重生后，我发现自己能看见人们头顶的个人可支配资产，当老婆如前世一样，带着小白脸出现在我面前。贾正经，我们离婚吧。蔡坤比你有钱，他比你更能照顾好儿子。我盯着小白脸，头顶那一大串负资产。好，我答应你。前世我辛苦养了真美丽10年，她什么也不用做，甚至连孩子也是我在照顾。周围人纷纷都羡慕嫉妒她，有一个我这样的好老公，连她闺蜜3番2次勾引，我都尴尬拒绝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背着我出轨。上一世我为了儿子一直不同意离婚，后来她便到处污蔑我和她闺蜜有一腿，将我工作搅和没了。为了生活，我只能送外卖去养活她和儿子。谁知她竟狠心，联手儿子给我下药，导致我精神恍惚出了车祸。我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真美丽告诉了我一切。那养了10来年的儿子，竟然不是我亲生的，还有当年母亲重病医治无效去世，竟然也是他害死。我怒急攻心下断了气，没想到老天有雨，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蔡坤人家可是富2代，不是你这种破农村出生的，拼死拼活才挣得一套房可以比的。蔡坤家里可有好几套，他会给我和儿子更好的生活。我重生后还获得了一项天赋，就是可以看到人们头顶的数字，数字代表着个人可支配资产。真美丽头上标着800万夫妻共同资产，市中心房子就值1700万，两人平分下来却是800来万。但我望向蔡坤，头顶竟然是负数2000万。真美丽笃定的语气不像是装的，所以她这是被蔡坤骗了。想到上辈子我苦口婆心的祈求，劝导他不要离婚的下场，我笑了。好，我同意离婚。对面两人闻言皆是一愣，没想到我居然这么痛快。你什么意思？你早就不想跟老娘过了是不是？真美丽，是你说要离婚，是你说儿子能跟着他能过上好日子。要是这样的话，我愿意离婚成全你们，希望你以后还能允许我想你们的时候去看看儿子，看看你。算你识相。事情就这么成了。我没忽略蔡坤眼底一闪而过的喜悦。离婚时财产分割遇到了问题，真美丽居然想要我净身出户。这套房子是我爸妈打拼了一辈子留给我的，真美丽，房子好歹是我爸妈留给我的，你怎么能一分不给我？而且蔡公子不是有好几套吗？难道他还稀罕我这点？妈妈，这房子我也住腻了，咱们不要也行，就留给贾正经吧。说话的是我那替别人养了10多年的假儿子，我冷眼看着他跟我一点也不像的面容。从前我有多宠爱他，现在看见他就有多厌恶。想到上辈子他对我做的事，估计早就知道自己不是我的种了。蔡坤在旁听着母子2人的对话，表情有些着急，生怕到嘴的鸭子飞了。丽丽这样可不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可别便宜了别人。真美丽坚持要我净身出户，她同上辈子一样，拿出我和她闺蜜的床照威胁我，不同意净身出户就去我公司骂。我和她闺蜜根本没什么事，这照片是有一次我喝醉，她闺蜜进房来搂着醉醺醺的我拍的。没几天，公司里的人和周围的邻居便看我眼神不对劲了起来，甚至老板还突然找我谈话。出了办公室后，我脸色铁青，我知道是真美丽干的。明天去离婚，我同意了，房子给你。第2天，我和真美丽火速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和她签了一份婚后财产分割协议，我净身出户，一分不要。真美丽和蔡坤2个转头就去办了结婚证，看了眼喜气洋洋的2人，便转身离去。从民政局出来后，立马就近找了一家彩票店，进去打开昨天拍到的号码，照着加倍了20注。事情是这样的，因为真美丽3番5次来公司闹，周围同事看我的眼神都透着鄙夷。就在昨天，我在公司楼下思考着对策，房子不想让给真美丽，工作也真的不想丢，我实在是不甘心。思考着对策时，眼前走过一个人，头顶的数字忽隐忽现，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忍不住多看2眼，人从我面前走过，下一秒我突然一个机灵，想到这个人个人可支配资产不确定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他要中大奖？毕竟他刚从彩票店出来，我赶紧跟上去仔细看了看，确实是后面有很多零，若隐若现看不清楚。突然想到前世确实就在离职后没几天，公司楼下的彩票店爆出中了大奖，我顿时按耐住激动的心，上前去打了个招呼。嘿，那人一脸警惕地看着我，毕竟我现在的样子确实有点潦草。我笑了笑，指了指他手中的彩票，兄弟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那人更奇怪了，不过大庭广众之下还是给我看了一眼。我立马掏出手机问他能不能拍一下，他同意了，而我拍照的手都在颤抖，于是才有了今天这么一出。我捏着彩票回到了出租屋，开奖时间就在今晚。今天早上跟真美丽离的婚，下午买的彩票，要是中奖也是跟他没有丝毫的关系。开奖时间到了，我一手拿着彩票，一手握着手机，8、18，最后一个也中了，我居然全中了！我急忙去看奖池，单注奖金居然也2000万，我可是买了20注，我激动的全身颤抖。这一晚我失眠了。第2天我早早就去领了奖，领奖过程很顺利。钱到账的那一刻，我从来没觉得空气那么新鲜过。我慢悠悠的来到公司，周围同事见我到来都感到诧异，毕竟几天没来，他们都以为我被开除了。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暗搓搓的提醒我，老板找你，你做好心理准备。我点点头，脚步轻快走进上司的办公室，一进门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我全然接受。你不想干了是吧？对，老子不干了。离职后我换了联系方式，只告知了几个玩得较好的朋友，在市中心一个私密性较好的高档小区，全款买了房。我又去买了一辆跑车，我在二手房软件上
我父母留的那套房，果然在几天前卖出去了。我想着甄美丽以后的惨样，忍不住想笑。蔡坤现在应该卷钱跑路了吧？这天朋友阿水来约我吃饭，看着我开的车，他面容惊讶。兄弟看这样子，离婚后是发财了。我笑而不语，让他误会我。拿到房子也好，中奖的事情我不想告诉任何人。对了，你前妻昨天打电话找我，要你的联系方式，听上去挺着急的。那你给他了吗？没呢，我哪敢给他？你们离婚了是好事，我早就看不惯他那副样子了。只是你儿子也不打算见了。以后别跟我提他了。对了，你是不是有个朋友干私家侦探的？给我介绍一下。我向阿表要了私家侦探的方式，让他给我查蔡坤那个小白脸，上辈子害我那么惨的人，我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隔天小区门口，我驱车打算驶入，一个人影突然冲到车前，我猛踩住刹车，我气得下车破口大骂：你是不是不想活了？说谁呢？贾正经！我凝睛一看，居然是甄美丽。短短1个月不见，她居然变成这副鬼模样。看着她一脸狼狈的模样，我忍不住哈的一声笑了出来。原来是你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个蔡坤就是个骗子，他欠了好多钱，钱全部被他拿去赌了，他还打我。贾儿子突然从旁边窜出来：妈，你别哭了，丢死人了！贾正经，我饿死了，快带我去吃大餐。他依旧像个大爷一样，以为我会像以前一样宠他，什么都听他的。正经，你哪来的钱买车？儿子饿了，你带我们去吃东西吧。甄美丽，我们已经离婚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你们怎么样，跟我没有任何一点关系。贾正经，你居然敢这么跟我妈说话，你还想不想跟我妈和好了？你们算什么东西？赶紧给我滚一边去！甄美丽似是接受不了，立马坐在我的车头上。来人看啊，这个负心汉，有钱就抛妻弃子了，还有没有良心？你藏私房钱了是不是？你骗我你没有钱，骗我跟你离婚，让我跟你过苦日子，你这没有良心的！我看着他表演，拿出手机打了物业的电话。你们就是这么让业主被人拦在门口的，保安干什么吃的？赶紧叫人来！你们就是这么让业主被人拦在门口的，保安干什么吃的？赶紧叫人来！挂断电话没多久，几个人高马大的保安很快跑过来，将甄美丽与贾儿子拉到了一旁。我驱车扬长而去。当晚私家侦探把东西发过来了，原来蔡坤和甄美丽10多年前就认识了，而贾儿子居然是他的儿子。蔡坤是偏远小县城出生，初中都没毕业就出来混社会，靠着不错的长相和那张能说会道的嘴，不知骗了多少女孩子上钩，甄美丽就是其中之一。后来蔡坤得知甄美丽居然怀孕后，删号跑路，之后甄美丽便认识了我，不久我便在她热情追求下结了婚。我看着资料，不敢想象上面这个老实巴交的接盘侠居然是我自己。蔡坤胆子越来越大，对富婆也下得去嘴，后来有了点积蓄，可惜后面沾了赌，欠下上千万巨款高利贷，这才想到自己跟甄美丽曾经有过一个孩子，这才联系上了甄美丽。两人一见面便天雷勾地火，背着我打得火热。看完资料，我心里有了打算，照着资料上给的号码打了个电话过去。我联系了蔡坤常去的那家地下赌场老板，加钱让蔡坤赢钱，让他狠狠赢。蔡坤这段时间赢了钱，甄美丽日子好过起来了。我想应该不会做什么妖财店，还是高估他了。这天许久没联系的阿水突然给我打电话：兄弟出事了，你看一下手机，我给你发个东西。我打开绿泡泡，手指点开链接，博主赫然就是甄美丽。娘俩直播间里，甄美丽本人面容憔悴，非常能激起人们的保护欲。苦命娘俩被无情抛弃，开直播挣钱的第11天，谢谢各位网友支持我们娘俩，谢谢各位了，儿子，快谢谢哥哥姐姐。短短几分钟，网友便刷了好几个大额礼物，评论区网友还在细心安慰博主别难过，渣男不值得。博主这么漂亮，居然有男人舍得打，那贾正经就是个渣男。你看看我养你们。贾正经滚出来道歉，人渣不配为人。大部分网友言辞激烈，在网上狠狠地骂我。我相熟的几个朋友纷纷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没事，不用担心，我能解决。我用本名在那个平台开了个号，我关注了甄美丽。而后几天，后台收到大批网友私信，各种谩骂接连不断。蔡坤那边赌场老板昨天发消息过来，说准备收网。到目前为止，蔡坤已经在赌场大大小小赢了几千万。贾儿子连学都没上，天天和甄美丽在家搞直播。看你过得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几天后，我将甄美丽婚内出轨的开房记录、聊天记录视频，还有这10多年来的开销发了出来。直到晚上的时候，直接爆火了，评论区一水的卧槽，网友爆了，大家纷纷有种自己被当猴耍的愤怒感，直接把正在直播的甄美丽骂下播。在直播间花过钱的网友直接申请未成年人退款。我没开直播，只是用文字清晰明了的说明我之前和甄美丽的过往，以及我们已经离婚了，婚后净身出户。许多当初骂过我的网友又来私信我，向我道歉。我想到甄美丽现在的处境，我咧嘴一笑。甄美丽面临大额赔偿，她赚的钱早就花完了，连蔡坤给她的钱她都用了，哪来的钱还网友的钱？看着私家侦探给我发的资料，我笑了笑，是时候给赌场老板打个电话。你好，我是贾正经，今天想过去你那边看看怎么样了？是你啊，位置发你手机了，你直接来就行了。我开车来到一栋别墅门口，刚下车，一个面容绝美的女人向我走来。你就是贾先生吗？没错，是我。你是大顾客，看你也顺眼，给你一个特殊待遇。
他笑着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是一个监控室模样。监控里面，桌上正是蔡坤。我看着他，整个人死死盯着荷官的手，脖颈处青筋暴起，有种孤注一掷的濒死感。你来的正好，如果这一把他还翻不了身，那他之前赢的钱不仅没有了，还道歉赌场5000万。我正想说点什么，屏幕里突然传来巨大欢呼声，我赶紧抬头望去，幸好大笑的是蔡坤对家，不是他。蔡坤输了，脸色灰白，只见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立马拿起了电话。丽丽，我放你那的钱呢，赶紧给我汇过来。你的钱我给用完了。什么？你说什么？你给我用了？谁让你动老子钱的？蔡坤几乎是怒吼出声，桌上的人纷纷的讥讽的看着他。还玩不玩了？不玩一边去！蔡坤脸色难看的被挤到一边，对着电话那边疯狂输出，看那样子，估计骂挺难听。我望向旁边的英姐，她笑着秒懂，给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那人变下去。后面我没再看，走人了。主要是英姐盯着我的目光，像是要把我吃了，我浑身不自在。反正有人汇报他们的动态，赌场有专门的催债人员。蔡坤深欠巨款，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看着眼前披头散发，什么都不会只知道哭的真美丽，蔡坤心烦的要死。想到在赌场时工作人员跟他说的话，心一狠，拽起坐在地上的真美。宝贝，宝贝，我还有一个挣钱的方法，只是需要你帮忙，你要不要试试？某天假儿子突然又来找我了，假儿子拦着我的车，双眼通红，往日的嚣张跋扈不见踪影，一双眼睛可怜的看着我。爸爸，我联系不上妈妈了，蔡坤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巧合下，事情发展居然和上辈子有种奇妙的重合，上辈子也是这样。假儿子拦着我送外卖的车，说真美丽失踪了，怎么也找不到她，她成了没人要的孩子。后来我想着毕竟是自己疼爱半辈子的孩子，心软收下她，就算她暗中拿我给的生活费补贴真美丽，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知道她居然在真美丽的教唆下暗中给我下药。在我死后，真美丽拿到了早些年偷偷给我买的巨额保险赔偿。真美丽狼心狗肺就算了，我从小养到大的孩子对我有这么狠毒的心思，我真是死不瞑目。想到前世临死前，真美丽站在病床前轻蔑地向我坦白一切时的情景，我忍不住冷笑一声，心想来都来了，上车吧。没吃东西吧？我带你去吃些东西。我假装没看见假儿子略微得意的眼神，带他去吃饭。谁知他站在餐厅门口踌躇着我，看着里面的环境挑眉。怎么了？不想吃了？不是，爸爸，我不想吃这家。假儿子试探出声，我盯着他沉默3秒，陡然笑了。行吧，走，你想吃哪家，我带你去。我领着他吃完饭，将他送回去时，他提出要去我那住，不想回去我同意了。假儿子就这么在我这住下来，期间他要么不是嫌弃床太硬，就是灯太亮。我知道他在试探我是不是如同从前一样宠他，对于他的要求，我都一一满足。渐渐的，他便放开了，很快就如同从前一样对我指名道姓，大呼小叫，没钱了就问我，我也笑眯眯的给他。他根本没发现我的区别，从前的我根本不会让他吃垃圾食品，如今他想吃就吃。从前的我也不会让他跟同学出去玩太晚，10点以后必须回家，现在是你爱回不回。物质上我都满足他，我对他算好了。这天我回家正好看见他在跟什么人打电话，看见我回来急忙挂断了，我随口问了句，在跟谁打电话呢？同学。在跟谁打电话呢？同学。要不是心虚，以前我这么问他，他根本不会搭理。我眼神暗了下来，皮笑肉不笑。是吗？有时间带来家里玩。说完我就回了房间，一进门就感觉到了不对，房间被人翻过，我捡起掉落在床头柜下的打火机，我感叹，真是又蠢又粗心的孩子啊，可别让我失望啊。假儿子没让我久等，在我生日，也是他生日这天，我接到他的电话。爸爸，你今天可要早点回来哦。他声音带着生硬，是那种想要假装出给我惊喜，但是又想让我知道的别扭。好，我应了声挂断电话，想着前世我怎么这么蠢，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我很配合的早早回去，桌子上摆了几道菜，跟以前生日一样。爸爸，我自己学做了菜，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说着去厨房端了蛋糕出来，我看着桌子上很明显是酒店订的菜，眼底意味不明的盯着他。你长大了，懂事了，是可以承担责任的年纪了。我拍拍他，说着拉开凳子坐下。假儿子把切好的蛋糕端在我面前。爸爸先吃蛋糕，一会不好吃了。我笑笑，你忘了今天也是你生日，爸爸和你一起过成年礼。我笑着看他给我盛了一碗紫菜汤，满满一碗端到了我面前。我没说话，喝了一口，味道有些苦。爸爸，你多喝点，这个可好喝了。是吗？可爸爸紫菜过敏，不能多喝了。手上已经起了反应，我拿起手机发了条信息，进来吧。密码锁滴一声响了，门被打开，走进来几个穿着警服的人。他们进来直奔假儿子，将他铐起来，而假儿子还没反应过来，便已经被铐起来往外带走。你们抓我干什么？贾正杰，你让他们来的。贾正杰，你干什么？我示意警察同志等一下，慢悠的踱步到他面前。整个房子都有监控。只一句话，假儿子就白了脸，
反应过来的他破口大骂：贾正锦，你这个狗杂种，你该死！大奖是我的，应该是我的。贾正锦，你根本不配！贾儿子被抓了，在他正好成年，可以承担法律责任这天，监控里他给我下了大剂量的非法药剂，短时间内可以致人死亡，而又能让医生察觉不出来，在身体里分解得很快。这个药具他说是蔡坤给他的，然而联系不上蔡坤，他供出母亲甄美丽被蔡坤弄进一家娱乐会强迫卖淫。等警察赶到的时候，根本没找到人。等我从医院出来赶到警局时，警察看我的眼里带着同情，毕竟被亲生儿子下毒这件事，常人一般接受不了。我微微一笑，掏出我跟贾儿子的亲子鉴定，上面显示我跟贾儿子根本没有血缘关系。这下警察看我的眼神更同情了，毕竟他们知道我养了贾儿子10多年的。我无所谓，随他们去了。我请了业界金牌律师，拜托他务必将贾儿子送进去。由于证据充足，贾儿子故意杀人罪名成立，最终他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后来我去见了他一面，看着他憔悴消瘦的模样，我笑道：小杂种，送你的成人礼还满意吗？贾儿子在那边气到癫狂，双眼通红的想要上来撕了我，可惜被栅栏拦住。这样子跟他爹还挺像的呢。贾儿子进去了，我习惯性打开监控，却发现房子里只有我一人时，还怪无聊的。说来也是，好久没看见甄美丽了，不知道她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联系了赌场老板英姐，她叫何英，之前甄美丽被迫待的娱乐会所就是她名下的资产。在见到甄美丽时，她之前还略有姿色的面容挂满娇柔做作的笑，跟在领班后面，她看见何英头也不敢抬，直到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美丽。甄美丽抬头看见何英身旁穿着高定西装贵气逼人的我，她双眼一红，想要说些什么，我连忙赶在她开口前打断她：不好意思，认错了。说完便朝何英点头：我们走吧。何英朝领班使了一个眼色，领班将疯狂挣扎的甄美丽拖了下去。我问何英：那蔡坤呢？不知道，听说逃到缅甸去了。看着他充满恶意的笑，我懂了。新闻上关于那边的报道可不少，各种邪恶的画面在我脑海闪过。我没对蔡坤一家做什么，只不过是通过何英借了点钱给他用，谁知道他这么没用，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大笔钱，让甄美丽去牺牲一下抵债。这也是他自己听到服务员说可以这样做，甄美丽是他亲手送进去的，跟我可没关系。这是何英为了送我一个人情特意为他开的绿色通道，其他人可没这个待遇。警察没在会所找到甄美丽，因为作为朋友，我做了点什么总要跟他分享，被提前转移了，那也不关我什么事。至于甄儿子，我就更无辜了。装了监控没有错吧？只不过没跟他说而已。我对他够好了，我对这一家人也够好了。何英打电话来约我吃饭，我笑着拒绝了，一个人过也挺好。时光洪流中，这份爱多渺小，一放手就像散掉。我也想洒脱一下，说一声那么长，爱与你都不重要。老婆做梦也想不到，我重生后的第一件事竟是先救他的白月光。只因上一世妻子和白月光一同出了车祸后，我先给妻子做了手术，妻子安然无恙，可他的白月光却因耽误治疗断了3条腿，不久后就自杀了。妻子恨我入骨，大骂是我害死了他的白月光。为了报复我，他在我的车上动了手脚，导致我车祸而亡。再次睁眼，我看着躺在床上苦苦哀求的妻子，冷笑一声：既然如此，那我就如你所愿吧，希望你不要后悔。我点了点头，见我答应，妻子一脸的欣喜。太好了，博达有救了，这一次他有救了。看着妻子眼底的欣喜，我意识到他也重生了。想到上一世妻子怨毒的眼神和自己惨死的模样，我握紧了拳头。因为救助的及时，季伯达保住了双腿，可妻子却因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断了一条手臂。来到病房，岳父岳母阴沉着脸看向我：齐，你是脑子被驴踢了吗？婉婉可是你的老婆，你放着你的老婆不救，居然先去救别人。看着二人气势汹汹的样子，我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卑微的认错道歉，而是面无表情道：是婉婉让我先救季伯达的，这怪不了我。而且你们的宝贝女儿可是跟季伯达半夜偷偷约会才出车祸的。听我这么说，岳父岳母尴尬的闭上了嘴，躺在床上的江婉婉却没有断臂的悲伤，反而嘴角噙着笑意。爸妈，我没事的，虽然我断了一条手臂，可我救回的可是季伯达的命。听到这话，我心里冷笑一声，他对他的白月光还真是很爱，断了条手臂都无所谓。既然大家都在，那我就宣布一件事，齐宇，等我出院后，我们就离婚吧。岳父岳母听到这话愣在原地，而我则是毫不意外。想要弥补上一世的遗憾吗？你都已经是个残疾人了，那个富二代季伯达还会把你当成宝吗？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得意多久。我嗤笑一声，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见我答应的这么干脆，江婉婉明显愣了一下，随即气愤的冲我骂道：果然是狼心狗肺的家伙，答应的这么干脆，是嫌弃我断了一条手臂吧？伯达才不会像你这样冷血，我就知道我跟你离婚的决定是正确的。希望如此吧。说完我转身就走，江婉婉在身后继续喊道：齐宇，你就等着瞧吧，这些年伯达为了我可是一直都没有结婚，等我离婚了，他肯定会娶我。
听到这话，岳父岳母一脸兴奋地围了上去。果然没过几天，伤势好转的江婉婉天天跑去照顾季伯达，而季伯达在得知真相后十分的感动，发誓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她。江婉婉感动得落泪，还特意到我面前炫耀了一番。我爸妈劝我为了孩子要多考虑考虑，可我却摇了摇头。她这种狠心的女人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母亲。去民政局离婚的那天，江婉婉靠在季伯达的怀里，笑得一脸幸福。季伯达则是温柔体贴地帮她提着包包，俨然一副热恋中的小情侣一般。齐宇看到了吧？离开了你，我可以过得更好。他迫切地想要向我炫耀，而我则是冷笑着没有说话。可这样的态度却彻底激怒了他。齐宇，要不是当初伯达因为家庭原因不能娶我，我赌气才嫁给了你。以为你这样的癞蛤蟆吃得上我这样的天鹅肉吗？看着他这样的嘴脸，我皱了皱眉头，突然觉得自己挺可笑的。我当初到底是为什么会喜欢上他？行吧，既然你得偿所愿，那就祝福你吧。我懒得再和他纠缠，转身离开了。没过几天，网上开始出现大量江婉婉与季伯达的报道，说二人是彼此的初恋。出车祸后是江婉婉拼死救下了季伯达，网友们大呼这是神仙爱情。办公室里的白宁冰却气得差点摔了手机。狗屁的神仙爱情，这江婉婉真不要脸，自己婚内出轨的事是只字不提啊。他气愤地说完，似乎想到了什么，随后一脸尴尬地看向我。对不起齐医生，我只是太生气了，不是故意要提的。我笑着摇了摇头，知道这些报道都是江婉婉故意发出来的，想要用舆论的压力让季伯达娶了自己。还真是天真啊！如果季伯达真的有他想象中那么爱他，当初便不会轻易跟家里妥协。他颜值巅峰的时候都没有娶她，如今生过一个孩子还断了一条手臂的他，就更不可能被季家这种豪门接受。怎么活了两世还是看不明白啊！果然没过几天，网上关于江婉婉跟季伯达的言论都被删得干干净净。再一次见到江婉婉时，她正和季伯达在一家奢侈品店里。江婉婉望着里面的包包，脸上满是欣喜和痴迷。亲爱的，给我买几个包包吧。话音落下，店员们纷纷看向她。当看到她一条空空的手臂时，目光顿时变得很复杂，连带看季伯达的眼神都多了几分意味深长。季伯达脸色阴沉，不着痕迹地离远了一些。你手都断了，还买包包做什么？不觉得丑吗？江婉婉霎时脸色苍白，显然没想到他会说出这么残忍的话。可是伯达，我这手臂是因为救你。够了，打住！你每次都说这样的话是想要道德绑架我吗？当初可不是我求你那样做的。再说了，就算不让你前夫先给我做手术，我可能也没事。不是的，不是的，如果我不让他先给你做手术，你就会被锯断双腿，还会自杀的。江婉婉，你有病吧？你这是想咒我吗？别说那些有的没的，我可不吃这一套，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厌烦。以后别再提是你救了我这件事。伯达，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以后不提了。他卑微的态度并没有得到好脸色。季伯达冷哼了一声，径直从我们身边路过，压根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可正准备追出来的江婉婉却看到了我，她顿时如遭雷劈，慌乱地摸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看到我身边站着的白宁冰时，她愤怒地指着我骂道：齐宇，你可真不要脸啊！我们才离婚多久，你就在外面找不三不四的女人，该不会没有离婚的时候你就不老实了吧？我正要开口，一旁的白宁冰却率先骂道：江婉婉，你嘴巴放干净点，我跟齐医生清清白白的，你不要自己婚内出轨就到处冤枉别人。再说了，你跟齐医生已经离婚了，就算我跟他有什么，你也没资格管。江婉婉背对的脸色苍白，咬着牙瞪着我。他说的没错，我劝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那个季伯达喜欢你吗？我看也不过如此啊。江婉婉这才反应过来，我们看到了刚刚的事情，顿时慌张地解释道：伯达他只是最近公司事情多，心情不好而已。他平时对我可温柔了，你就是嫉妒我找了一个好男人。没办法啊，伯达他就是比你优秀100倍、1000倍。江婉婉恶狠狠地说完，便赶紧追着跑了。你这前妻看起来脑子好像不太好啊，那个男的明显就很嫌弃他啊。我笑着摇了摇头，他不是不懂，他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齐医生，你别在意他的话，季伯达这种渣男，有点脑子的都不会喜欢，他根本比不上你一点。换作是我肯定喜欢你这样的。我愣了一下，白宁冰忽然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脸颊瞬间变得通红。连续忙了几天，趁着休息，我正打算带着儿子去游乐园玩，刚走出家门，我就接到了白宁冰打来的电话。齐医生，江湖救急啊，我给你发了个地址，你赶紧来。白宁冰说完就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齐医生你来了，尹小天你也在啊？刚准备带他去游乐园，结果你的电话就打来了，到底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白宁冰无奈地叹了口气道：还不是我爸，他非要给我介绍相亲对象，没办法，我只有请齐医生来给我当挡箭牌了。我愣了一下，一脸的不可置信。这小姑娘怎么想的？我一个离婚人士，况且还带着一个小孩，让我来当挡箭牌，也不怕把他爸气倒了？白宁冰说完不顾我的反对，牵着儿子走进了宴会厅。齐医生，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会，一会带你看场好戏。白宁冰冲我坏坏一笑，随后走向人群，挽着他父亲招呼其他客人。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白宁冰的家庭并不普通。他怎么也在这里？白总，你家宁冰真的是越来越漂亮啊！听说现在是在当医生对吧？
是啊，我让他不要做那么辛苦的工作，可这丫头就是不听，非说她的理想就是治病救人。我们家博达也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去福利院当义工。我看宁斌跟博达倒是挺般配的。就在几人寒暄时，宴会厅门口响起保安焦急的声音：“女士，你不能进去，你没有邀请函。”滚一边去！我是季家的儿媳妇，是季伯达的未婚妻，我为什么不能进去？江婉婉的声音很大，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看着她那条空荡荡的袖子时，众人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而季家的人则是脸色难看。儿子抬眼看向江婉婉，懵懂地望向我，问道：“爸爸，那好像是妈妈吧？”小天，那你想妈妈了吗？儿子哼了一声：“我不喜欢妈妈，她是坏人，动不动就打我。我喜欢爷爷奶奶还有爸爸。”江婉婉，你来这里做什么？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赶紧给我走！季伯达扯着江婉婉，想要将她拽出去，江婉婉却挣脱他的手，生气地吼道：“季伯达，你还是人吗？我为了你放弃了所有，为了救你还断了一条手臂，你现在居然背着我想和别人联姻，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江婉婉一边说着，一边扬着她空空的手臂给众人看。多达，赶紧把这个丢脸的疯女人给赶出去！季伯达的母亲沉着脸吼道：“怎么回事？这个疯女人是谁呀？不会真的是季家的儿媳妇吧？”周围满是议论的声音。季伯达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突然暴怒，一巴掌扇在江婉婉的脸上。季伯达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突然暴怒，一巴掌扇在江婉婉的脸上。够了，江婉婉，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是你自己自作主张才断了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对你已经忍够了，这段时间我为你跟你爸妈花了数百万了，这些钱都够买你的命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离异还生过孩子，就你这副样子配得上我吗？配进我们季家的大门吗？季伯达的话让江婉婉血色尽失，她不甘心的怒吼道：“可是你之前明明说过，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你都会喜欢我的啊！你现在居然嫌弃我！”我那只是逢场作戏说的话而已，你还真的相信了？我要是真的喜欢你，我以前早就娶你了。话音落下，江婉婉重心不稳跌倒在地，她自言自语道：“所以都是骗我的，是骗我的。”看着江婉婉如今这副落魄的模样，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一丝爽感。就在这时，白宁斌拉着他父亲走到我的面前：“爸，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齐宇，我们医院最年轻的外科大夫。”你就是齐医生啊，久仰久仰。人群中的江婉婉听到我的名字，抬起了头，眼神错愕复杂的看着我。白总你好。各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市医院最年轻的外科主任医师齐医生，他做的外科手术可是一流啊，之前还上过医学专刊，这也是我女儿的偶像。白父的话让白宁斌羞红了脸，我客气的向周围的人一一点头。季伯达看到我后脸色难看，怕自己的更多丑事被爆出，拉扯着江婉婉离开了宴会厅。齐医生，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让你来看戏吧？什么意思啊？其实江婉婉是我叫过来的，我知道季家有意要跟我联姻，他那种花花公子我可看不上，所以就把消息发给了江婉婉，我就猜他肯定是会来闹的。听到这，我笑着摇了摇头，知道他这是为我打抱不平和出口气。宴会结束，我正准备带着儿子回家，一个人影突然冲了出来拦住我。齐宇，对不起，我真的错了，季伯达他就是个混蛋，以前都是我不好，你原谅我吧。江婉婉的举动吓得儿子后退了几步，我一脸不悦地看着江婉婉。江婉婉，你有病吧？怎么被他甩了又想起我来了？你当我是什么垃圾回收站吗？我冷眼看着他，江婉婉苍白着脸。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齐宇，我也是受害者，我是被那个渣男的甜言蜜语给骗了，但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啊，你就原谅我好不好？我嗤笑一声，冷冷地看着他。你居然说得出从来没伤害过我这种话？你婚内出轨不是伤害我吗？还有，我靠近他，用只有我们二人能听到的声音继续说道：“你忘了吗？你为了别的男人上一世还害死了我跟小天，这一时又抛夫弃子，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话音落下，江婉婉脸色惊恐，不可置信地后退了几步。你说什么？所以你也重生了对吗？那为什么你要先救季伯达？不是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害死了季伯达吗？这一世我不是如你所愿吗？江婉婉，这些不都是你想要的吗？江婉婉瞬间瘫倒在地，悲痛地哭了出来。我错了，我以为他是真的喜欢我，没想到他是骗我的，除了我以外，他还有别的女人，我明明是为了他断的手臂，他现在居然嫌弃我。够了，怎么你说这些是想让我同情你吗？我冷笑着看着他。为什么？你明明那么爱我，就不可以原谅我一次吗？只要你肯原谅我，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还有小天，我毕竟是小天的母亲啊。他说完便伸手想要去拉儿子，我赶忙将孩子护在身后。你走开，我不喜欢你，你是坏女人。江婉婉的手悬在空中，满脸痛苦地看着躲在我身后的儿子。江婉婉，我以前还不够爱你吗？工资每月按时上交，可你不是买一些没用的奢侈品就是贴补你的爸妈，
我攒了好久的零花钱也被你拿来买了包包。儿子生日的时候说想要跟你一起过，你说你在外面有事不能回家。现在想想，怕是跟季伯达在一起吧？你嫌弃我穷酸，说我精心准备的礼物还不如你前男友随手送的小东西值钱。那时候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季伯达现在嫌弃你废了，嫌弃你什么都不会，你又凭什么觉得现在的我不会嫌弃你？江婉婉，你回不了头了，没人会给你兜底。说完，我便牵着儿子离开，丝毫没管身后哭到失声的江婉婉。我原以为江婉婉不会再来找我，可几天后，江婉婉却像是疯了一样开始缠着我，见不到我，她就每天准时跪在医院门口等我。白宁冰气的站在门口，指着她骂了一天，可她却不为所动。闹了几天后，院长迫于压力将我叫到了办公室。哎，齐医生啊，我知道这件事你没错，可那些患者和家属不知道情况啊，都以为咱们医院是出了什么事故。现在网上一群不明真相的网友天天指着咱们医院骂，这江婉婉要是一直这么闹下去，对咱医院的影响可是不好啊。院长，你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院长给我放假，让我先在家避一避。可江婉婉却并没有停止，依旧风雨无阻，每天准时跪在医院门口。她的事终于引起了网上大博主的注意，几乎是一夜之间，江婉婉登上了各大视频平台的热搜。而视频里的她被描述成一个家庭主妇，可不幸出了车祸后断了一条手。她做医生的丈夫毫不留情地跟她离了婚，自己每天跪在门口也只是为了见孩子一面。视频爆火后，我的资料被一众网友扒得干干净净，儿子因此休学在家，父母的电话被骚扰到不敢开机，而我也被网友们痛斥是当代陈氏。小雨啊，我自问这些年咱们家对婉婉不错，可她怎么会这样污蔑我们呢？她这是想断了你的前程啊！母亲哭红了双眼，老爸则是不停地叹气，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许多。爸爸，我为什么不能去上学啊？我想我的朋友们了，我想出去玩。看着这样的场景，我握紧了拳头。江婉婉，你还真的是连最后的体面都不想要了。无奈之下，我只好约江婉婉出来谈谈。我问她到底想做什么，可她却一脸委屈地说道：我只是想让你回心转意，我知道我一个人劝不了你，我只是想让网友们帮我劝劝你。够了，江婉婉，你这是想毁了我，毁了我们家。不是的，我没有，只要你愿意跟我复婚，我会想办法澄清这件事的。齐宇，这些天我想通了，其实我最爱的还是你，也只有你对我比我爸妈对我还好。他说着想要上前拉我的手，我抗拒的连连后退了几步。我的动作彻底惹怒了江婉婉，她恨恨地说：齐宇，你现在这样对我，是不是因为白宁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呵呵，你果然变心了，你给我等着吧，我一定会让你求着我回到你身边的。他的眼里含着疯狂。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没过几天，网上又出现了新的爆料，说我之所以会抛弃他，全是因为医院里面有一个富家千金夺走了我。而白宁斌的信息和照片也很快被人扒了出来，无数自诩正义的网友纷纷化身网络判官，不仅打爆了他的电话，甚至连医院门口也聚集着人要堵他。白宁斌好不容易逃回了家，这才给我打来电话。我在电话里愧疚地向他道歉，白宁斌却认真地冲我说道：没事的，齐医生，这又不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道歉？之前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也不好意思说你前妻的事情。不过他现在这么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网友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医院里的同事几乎都知道我和江婉婉的事，每个人都愤怒他颠倒黑白，于是我点头同意了。刚准备挂断电话，白宁斌却突然说道：齐医生，我相信很快就会变好的。还有，我真的觉得你很优秀。第二天，医院里的同事组织起来，将一些偷拍到的江婉婉在医院照顾季伯达的照片发了出去，还有一些二人在医院亲密时的监控视频。而我也在热度最高时，将他对着我炫耀时的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发了出去。看到这些，网友们彻底傻眼了。我去，原来是红杏出墙，然后被抛弃后又后悔了，现在想要靠造谣逼着对方复婚啊！这女人也太恐怖了吧！话说你们不觉得这女的有点眼熟吗？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几个月前那个在网上和季家公子秀恩爱的女的吗？不是说自己的胳膊是为了救季伯达才断的吗？我操，好像真是他！我们在网上为他拼命讨回公道，他在背后把咱们当小丑啊！网友们彻底怒了，而江婉婉也不敢再来医院堵我，她不甘心的又给我打来了电话，疯狂的质问我：为什么？齐宇，你为什么要这么绝情？这不是你逼我的吗？江婉婉，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自从你上医师害死我后，我们就再也没可能了。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将他拉进了黑名单。没了江婉婉的骚扰，我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再次听到江婉婉的消息，是从白宁斌的口中得知。季伯达自从被爆出各种丑闻后，名声就彻底坏了。上流圈子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季家为了稳住公司形象，逼着他娶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人。巧的是，那女人还是江婉婉大学时一个寝室的闺蜜。据说他们已经交往了好多年了，可能当初季伯达一口一句爱江婉婉的时候，早就背着她又跟她的闺蜜来往了。白宁斌偷偷看了我一眼，随后继续说道：还有后文呢，前段时间季伯达结婚，江婉婉像疯了一样冲进了婚礼现场，
趁人不注意捅了季伯达几10刀，季伯达当场重伤。听说下半辈子只能躺在床上度过了。江婉婉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嘴里还一直嚷嚷着说什么季伯达毁了他2辈子，害得他失去了最爱他的人，还疯疯癫癫的求老天再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真是可笑。白宁冰说完，偷偷的看我是什么反应，我却只是笑了笑。我重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扔下被抓的妹妹，独自逃跑，然后在垃圾堆里捡回家一个自己满意的妹妹。但是13年后，我的亲妹妹还是找了上门。殊不知，我布局13年，就是等这一天到来。上一世，我从绑匪手中救下妹妹，却换来在外流浪14年，回家后却死在妹妹和父母养子手中。既然千金人生你不想要，那就换个人来，重活一世。再回到被绑匪绑架那一天，面对妹妹的呼救，我果断独自逃跑。周千柔被绑走后，父母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是要找到周千柔，但最终一无所获。半年后，我按照上一世的记忆，我来到某个废品厂附近搜寻，老天还是眷顾我的。找到夕颜的时候，他正在垃圾堆里搜寻着能换钱的物件。带着夕颜回家的时候，父母都皱起了眉头，毕竟夕颜浑身上下都脏兮兮的，还散发着阵阵恶臭。我实在是太想妹妹了，爸爸妈妈留下她吧，我真的太孤单了。最后父母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我把夕颜带到周千柔的房间，以后你就住在这里。为什么是我？因为有你的地方才是我的家。他脸上挂满了疑惑，像是没有听明白我在说什么。随后他指着桌子上周千柔的照片，这个房间的主人是他吗？不是，这是你的房间。我永远不会忘记上一世的周千柔看我的眼神，如同看一只蝼蚁。随着时间越来越长，父母对夕颜越来越喜爱。其实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夕颜，舞蹈课才上了2个月，就被教练上门邀请，我和夕颜周旋于各大家族宴会。随着时间增长，夕颜的气质更加出众，很多大家族想与我家缔结姻亲关系。这天餐桌上，父亲看向夕颜的目光充满了欣慰。小希，你和哥哥一起跟我出国吧，你的成绩不跟哥哥一起念商科可惜了。我才不想呢，学经营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就喜欢跳舞，我以后是要做顶级舞团首席的人，经营公司就让哥哥来就好了。这时大门外一阵嘈杂传来，管家慌忙进入餐厅，门口来了个孩子，他说他才是您的儿子。胡说什么？管家的话让我心里大概有了猜想，我放下筷子，抬头看向管家，带他进来吧。他进门的瞬间，我就认出了他，陈一鸣。一见到我，他脸上露出了慌张的表情。怎么是你？你是谁？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看向父母，脸上的表情变成了急切的渴望。爸爸妈妈，是我啊，我是一鸣啊，你们怎么没来孤儿院接我？这个女孩又是谁？柔柔呢？父母吓了一跳，一脸震惊的看向陈一鸣，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你认识我们家柔柔？你见过她吗？她在哪？咱们家发了寻人启事，大家都知道我们家丢了女儿，知道妹妹的名字很正常。可是他说他才是你们的儿子，这不是疯子是什么？母亲本来就被他的动作吓到，一听我这么说，急忙开口：管家，把他赶出去！什么疯子都敢打着柔柔的名字招摇撞骗！管家连忙把陈一鸣往外面拖，陈一鸣惶恐不已，拼命的挣扎：放开我，我才是周氏集团的公子！爸爸妈妈，是我啊，我是一鸣啊！上一世还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公司继承人，这辈子就成了母亲口中的疯子。没过多久，就到了我和父亲出国的日子。上次陈一鸣的事件给我敲响了警钟，看他的架势，说不定哪天又会闹上门。想到这些，我跟父亲提议：我们一起走吧，您分公司的事情也不知道多久能处理完，万一几年都回不来，咱们一家4口两地分居也不是个办法。父亲正想拒绝，夕颜冲着我眨眨眼，向父亲撒娇：就听哥哥的吧，万一真的几年看不见爸爸，我会思念成疾的，我可舍不得爸爸。当晚，我敲开了夕颜房间的门，我把手中的热牛奶递给他。不问我为什么吗？你不想说我就不会问，你只需要知道，我永远站在你这边。1个月后，父亲就办好了一家人出国的手续。我抹撒着手中的资料，闭上眼，靠在椅背上。周千柔、陈一鸣，我和夕颜经历过的一切苦难，你们必须一件不落经历一遍。时隔13年，再次回到这片土地，熟悉感扑面而来。机场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夕颜的舞蹈视频。一出航站楼，管家快步迎上前，接过父母手中的行李，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有些诧异。千怀少爷都这么高了，路上遇见我肯定不敢认。好久不见呀，吴叔。夕颜小姐呢？没有一起回来吗？她在英国还有一场谢幕公演，要不是这个臭小子催着回国，我们高低要看完西西最后一场演出。母亲在旁边点了点头，看向我的眼神也挂上了不满。10几年没回来了，再不回来公司要翻天了。我看谁敢，没有我哪来那么大的海外市场？是，董事长说的对，赶紧回去休息吧，家里都打扫干净了。路上，管家一直絮叨着这些年国内的改变，我看着两边快速倒退的树影，心下一片安逸。把母亲送回家后，我和父亲直接掉头去了公司。面对着公司里的人精股东，我毫不怯场，条理清晰地向大家展示着这些年海外市场扩张的结果。后生可畏啊，董事长，千怀真是不得了啊！我家那个逆子要是有千怀一半，我就不用操心了。董事长真是教子有方啊，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可我没有错过他眼中的骄傲。一进房间，电
电话就响了起来，看到来电显示，舟车劳顿带来的疲惫好像被卸了大半。演出结束了。结束了。几号的飞机？我让司机去接你。后天，不过只让司机来吗？我和司机一起来。似乎是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他轻笑一声，早点休息吧，听你的声音好像很累。今天是夕颜回国的日子，我正准备出门去机场，只见管家慌慌张张跑进来。怎么了，吴叔？有2个人在外面说要见董事长和夫人。父母对视一眼，看向对方的眼神都写满了疑惑。他说她是千柔小姐。父母如遭雷击，特别是母亲，捂着心口倒在沙发靠背上，父亲赶紧为他顺气。我走向旁边的单人沙发坐下，让他进来吧。只见周千柔眼眶通红，身体颤抖，好像下一秒就要站不住，深吸了好几口气，才试探着开口：你们真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吗？柔柔，他们就是你的亲生父母。柔柔，真的是我的柔柔吗？直到这一刻，周千柔的眼泪才终于落下，崩溃大哭起来。是我啊，妈，我是柔柔啊，是柔柔，真是我的柔柔。一时间，客厅众人哭成一片，看着这久别重逢的一幕，我心中没有丝毫波澜。大家的情绪渐渐平复以后，周千柔终于注意到了我。你是周千怀？我朝他点点头，没有开口。他看向我的眼神写满了愤怒。好久不见，我的好哥哥。我无视他的眼神，冲他笑了笑。好久不见，过得好吗？你觉得呢？陈一鸣拉了拉他的衣角，他好像想起来什么，转头看向父母的方向。他把陈一鸣推到父母面前。这是我认的干哥哥，他叫陈一鸣，多亏了他，不然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们。我抬眼看向面前的2人，13年前那次他闯入家里，我就知道他也带着上一世的记忆重生了。毕竟过了13年，父母压根没认出陈一鸣就是13年前闯进家里的小男孩。父母郑重其事地向他表达了感谢。好孩子，听柔柔说你也是孤儿，不嫌弃的话就在家里住下吧。母亲拉着周千柔在沙发上坐下，细细询问着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些什么。我懒得看这场母女重逢的大戏，我起身整理了下西装，看向父亲。时间差不多了，快去吧，别让西西等急了。我勾了勾唇角，抬脚向门外走去。夕颜一跨进门口就扑进父母怀里。爸妈，我好想你们啊！这才分开几天啊，这么大的孩子还爱撒娇，一点都不知羞。说出的话看似责备，脸上却掩饰不住的宠溺。夕颜起身，才看见沙发上坐着的2人。今天家里有客人吗？母亲赶紧跟周千柔拉开距离，求助的眼神看向父亲。父亲犹豫了半天，看了看沙发上的2人，像是下了某种决心。是来应聘保姆管家的，吴叔介绍来的。是的，西西小姐是我们家远方亲戚的孩子。对对对，我和你爸看着他们可怜，就留下了。听了父母的话，夕颜冲沙发上的2人笑了笑。那以后辛苦你们啦。周千柔的眼神呆呆的，没有回应夕颜的话，反而是陈一鸣的眼神直直的看向夕颜。妈，我一身臭死了，想洗个澡休息会儿。快带西西去休息，这一路肯定累坏了。夕颜也把手中的行李箱推给我，拿着吧，我的好哥哥。安顿好夕颜以后，我缓缓走下楼。客厅死一般的寂静，父母局促的坐在一旁，好像不知该如何解释。不好意思委屈你们，但是西西过几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舞台，爸妈也是怕影响她的心情。你哥说的没错，柔柔，你不会跟爸爸妈妈生气吧？没事的，妈妈，我理解。那妈就放心了。第2天清晨，我和夕颜坐在餐桌旁吃早餐，正聊着天，就看见周千柔和陈一鸣从楼梯上走下来。佣人的房间不是在1楼吗？听见这话，周千柔的表情有些难堪，但想起昨天母亲的话，她抿着嘴唇没有开口。她就是周千柔。那为什么昨天没告诉我？爸爸妈妈怕影响你的演出。明白了，但是影响不到我。大概是我和夕颜无所谓的态度激怒了周千柔，她愤怒地打断了我们的话。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这就是你们的教养吗？怎么，我说的不是实话吗？但是直接在我面前说，你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吗？那你这样直接的质问就很有教养吗？这是我家，你是我哥，我不能问你吗？父母不在，周千柔的态度就与昨天的完全不同，看来没法维持表面的平静了。我靠向椅背，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这是你家没错，但我不是你哥，我只有夕颜一个妹妹。要不是你自己跑了，我会变成今天这样吗？我小学都没读完就被迫辍学，要不是我机灵跑得快，我早就被卖给别人做童养媳了，只能捡垃圾卖废品，还要躲着坏人生怕被欺负。你和你这个好妹妹抢了我的人生，你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的跟我说话？怎么了这是？父母刚来到餐厅，就嗅到了空气中剑拔弩张的味道。夕颜起身为母亲拉开餐椅。没什么，我们随便聊聊。你是不是跟西西说了什么？我才是你的亲女儿。一听她这么说，母亲赶紧拉过夕颜的手。乖女儿，你别误会，爸妈不是故意瞒着你的，是怕影响你的演出。你放心，没人能取代你的地位。妈，我理解的，我没有生气。父亲也想上前对夕颜解释什么，夕颜借口彩排，赶紧溜出了家门。夕颜刚走，周千柔的声音低声响起：他什么时候走？谁？西西吗？他不是走了吗？说是要彩排。我是说让他离开这个家，他不过是我的替
替代品。如今我回来了，不相干的人就让他赶紧走。不可能，西西怎么你了？你回来第2天就要赶他走？他抢走了我10几年的生活，抢走了我的父亲母亲，让我在外颠沛10几年。如今我回来了，爸妈更喜欢他，哥哥也护着他，那我呢？我和你妈知道你这些年在外面受了委屈，我们也会尽力弥补你。但是西西也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不会让她离开这个家。弥补？你们竟然说弥补？我本来就是周氏集团唯一的女儿，西妍今天的一切本来就应该是我的。父亲彻底失望，闭上了眼，没有再说话。母亲淡淡开口，语气冷得吓人：你丢了是绑匪的错，跟西妍没有关系。说直白一点，也不是我和你爸的错。跟你说弥补，只是因为你是我生的。母亲的话彻底激怒了周千柔，她尖叫着把餐桌上的餐具都掀翻在地，餐厅回荡着刺耳的瓷器碎裂声和她的尖叫声。这件事没过几天，父亲把我和周千柔叫到书房。你现在这样也不是办法，我们准备送你出国留学，姑娘家的，还是要学点东西在身上。你要是怕一个人不习惯，就让一鸣陪你去，正好他也能学点什么。你要赶我们走？当然不是，你和一鸣还年轻，学东西也快，现在有学习的条件，当然要把落后的东西补回来。没必要，你把我送到公司去，我跟着您学就行。你教我怎么经营公司，或者管公司的账。父亲被周千柔的话彻底震惊到，半晌没说出话，看他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我缓缓开口：现在公司主要是我在管理。又是你到底要霸占多少东西？我也是这个家的孩子。什么叫霸占？公司是爸爸的，决策权在爸爸手里。明明就是你霸占了我的东西，你们欠我的必须还给我。闭嘴！你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怎么进公司？26个字母认全了吗？进公司干什么？想进公司必须有国外商学院的文凭，跟你哥哥一样。听到书房的争吵，西妍扶着妈妈赶来。周千柔看到妈妈身边的西妍，她抬起手指指向西妍。那他呢？他算什么东西？这个臭跳舞的才是个流浪汉，你们把他当成宝，处处看不起我，你们简直是心瞎眼盲。母亲的手掌重重落在周千柔脸上，气得几乎站不稳。你给我走，不要回来。经过这件事后，家里好不容易安静了2天。这天，英国分公司有急事需要我回去处理，西妍在我房间帮我收拾行李。我的演出你又看不了了。爸妈会陪着你的，下次吧，下次我一定陪着你。又是下次，老是下次，你就是这么做哥哥的吗？那我不做哥哥了，做别的。他愣了几秒，像是反应过来什么，脸刷的就红了。他匆匆跑出房间，只丢下一句：你想得美。结束工作，刚回到酒店，算时间，西妍的公演应该结束了。我随手打开了国内的社交平台，想看看西妍今天的演出情况，但热搜上却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点进热搜，陈一鸣那张平平无奇，甚至还带点土气的脸充斥着我的屏幕，粉丝们纷纷表示无法接受，疯狂在西妍的账号评论区跟路人辩解。但图片里清晰可见，西妍跟爸妈站在一起，旁边不是我而是陈一鸣。想也知道，陈一鸣他在家看向西妍的眼神，我心里有了答案。我拨通助理的电话，帮我订一张明天回国的机票。刚踏进家门，就看见陈一鸣殷勤地给西妍夹菜，西妍礼貌地点头，筷子却丝毫没动。陈一鸣从保姆手里接过咖啡，就要给西妍递过去，我快步上前接过他手里的咖啡。谢谢，不过晚上还是别喝咖啡了，影响睡眠。这不是给你的。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西妍晚上喝咖啡会影响睡眠。你凭什么替西妍做决定？他不会听你的。哦，那你大可以试试看。我拉着西妍进了我的房间，装作没有听见门口的脚步声，一进门便放开了西妍，只直直地看着他。怎么了？你还问我怎么了？你一回来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我怎么你了？看着他这副模样，我想起上一世的西妍，永远那么温柔且坚定。我上前一步，挑起他的下巴。我们本没有血缘关系，现在我不想做你哥哥了。此时西妍呆愣在原地，面对突然的转变，他不知道该怎样回应。本来以为那天的事会让陈一鸣知难而退，没想到周五，父母趁着周末出门度假，我在公司开每周总结会议，家里只有西妍、陈一鸣和周千柔3个人。会议中，信息提示音响起，是西妍的消息。救我！我猛然起身，往家里赶去。路上，我拨通了管家的电话，快去西妍的房间看看，通知爸妈赶紧回来，西妍有危险。一路飞驰，我心中惊惧，差点抓不住方向盘。一到家，我径直朝着2楼奔去。打开门，面前的一幕几乎让我肝胆俱裂。西妍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被子遮挡着身体。我上前拍了拍西妍的脸，试图让她清醒过来。你们做了什么？不过是拍了点照片，还没来得及做别的，就上来了，不过也够用了。冰清玉洁的舞蹈家，这些照片应该有很多人感兴趣吧？你们想要什么？周氏集团1半的股票份额，10个亿，你不亏吧？我气急反笑，看向一旁的周千柔。你呢？你也是这个想法吗？这本来就是我应得的。那你们跟爸妈说吧，公司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母亲一把推开门口的周千柔，看到西妍的一瞬间，母亲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她猛地冲到周千柔面前，啪啪给了她2个耳光。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妈，别叫我妈，我没有你这种女儿，我是柔柔啊，别叫我。谁给你的胆子算计我女儿？陈一鸣把周千柔拉到自己身后，想要安抚母亲的情绪，还没开口，母亲把手里的包砸在陈一鸣脑袋上。还有你。
也敢动我女儿？柔柔才是你的女儿。说吧，你们想要什么？我说了10个亿，不然你们就等着夕颜的裸体供大家欣赏吧。听着这话，父亲梅英只看向在后面抹泪的周千柔。这就是你回来的目的吗？这是你们欠我的，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这些照片但凡流传出去，夕颜的舞蹈生涯就毁了，周氏集团的股价也会受到影响。那个时候，你们的损失不止10个亿吧？母亲气得眼睛都红了，扑上去就要抢陈一鸣手里的相机，却被陈一鸣反手一推，倒在了地毯上。爸妈，你们出去吧，这里交给我，带西西出去吧，送她去医院。我伸手夺过陈一鸣手里的相机，一张张翻看着里面的照片。你以为抢走相机就没事了吗？数据我已经拷贝到云端了，不拿到钱我不会删的。钱我1分都不会给你。重生一世，你还是这么蠢，连做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凭你这副模样，还想攀上夕颜，不知所谓的东西。陈一鸣瞪大了双眼，仿佛听见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周千怀，你也重生了。不止如此，13年前你闯入我家那次，我就认出了你，怕你阴魂不散，我还建议爸把全家搬去英国。至于你和周千柔，给我们舔鞋都不配。听着我们的话，周千柔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眼神直直的放在我脸上。周千怀，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柔柔，他是故意的，他是故意让绑匪抓走你的。我就知道，我早就怀疑你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怎么了？周千柔，我不欠你的，上一世我已经救过你了，可你是怎么对我的？也是，你不记得上一世的事，那你问问你旁边的这位好哥哥。说话间，我转头看向陈一鸣，还有你，陈一鸣，上一世你是怎么对我的？你应该记得很清楚吧？陈一鸣啊，陈一鸣，你也有今天啊，你们俩可真般配啊，一个乞丐，一个流浪汉，天生一对。我不是乞丐，我马上就有钱了，10个亿，那可是10个亿啊！我没说话，只是拿出手机，翻出了手机里的监控录像，递到他面前。画面中，他们在夕颜每天必喝的牛奶中加了东西，把失去意识的夕颜扶上2楼。监控里清晰拍摄到夕颜双目紧闭，四肢无力，一看就是完全失去行为意识的样子。牛奶我已经让管家收起来了，至于你们在里面加了什么，需要我告诉你们吗？他们俩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懊悔。怎么考虑好了吗？10亿我拿不出来，但是周氏集团的法务部门还不错，我让他们努力，判你们个10年应该问题不大。周千柔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她颤颤巍巍指向陈一鸣：是他让我这么做的，要不是管家来得及时，他还想欺负夕颜。你放屁，周千柔，明明是你想毁了夕颜，你和他抢了你的人生。真有趣，上一世的这2人可是情深意重的好兄妹啊！我拿起相机看向陈一鸣，数据交出来。你想得美，就算坐牢，我也要拉你们下水，谁都别想好过。我放你们走。听到事情有转圜的余地，周千柔急忙冲到陈一鸣身边，给他，我不想坐牢。不管是不是合法途径获得，照片流传出去，对夕颜的伤害都不可避免。我们各退一步，你删数据，我放过你们，从此桥归桥，路归路。我怎么相信你？周千柔好歹是爸妈的亲生女儿，我不会赶尽杀绝，只要别再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也懒得脏了我的手。你们自己考虑，是要我报警，还是你们自己走？我没再看他们一眼，提腿迈出了房间。果不其然，不出10分钟，陈一鸣和周千柔相互搀扶着下楼。见我坐在客厅沙发上，陈一鸣有些紧张。你不会反悔了吧？当然不会，我说出去的话从不反悔。不过你们这副模样也不方便，车库里的车你们可以随意挑一辆，当我送给你们最后的礼物。不必了，我们自己想办法。那祝你们一路平安。望着2人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拨通了一个电话。第2天早餐，父亲照例打开电视收看早间新闻。昨日下午17时，一辆载物货车于 XX 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车祸造成2名人员当场死亡。我端起牛奶喝了一口，笑了笑，终于结束了。我看着面前的母亲，我是恨过他们的，但这一世的父母给了我和夕颜绝对的爱和尊重，他们成就了我，也成就了夕颜。上一世，全球末世高温来袭，因为我爱囤货，我很幸运的苟住了。可没想到，我前妻知道我有囤货的习惯，竟带着她的白月光，冒着被高温热死的风险来到我家，霸占了我的房子和所有物资，狠心将我赶出家门，最终我被活活暴晒而死。再一睁眼，电视机传来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声音：今日各地温度都在逐渐升高，请广大市民注意减少外出，保证自己的安全。我竟然重生了，而且重生在了高温末世爆发的前一周。这一世我要吹着空调，吃着火锅，唱着歌，看这对狗男女如何ô活。用不了多久，前妻真寒心就会带着她的白月光找上门，我一个人自然是寡不敌众。我突然想到爸妈先前留给我的一套别墅，那个别墅的位置较偏僻，所以我并没有在别墅中居住。那套别墅中还有一个120平的地下室，很适合在这里度过末世危机。想到这里，我立刻开车开往别墅区。我先是找几个保洁帮我把别墅打扫干净，而我则是去了超市，开始疯狂购买生存物资。我联系家电公司买了几个大冰柜，再安装了中央空调和太阳能发电板，将买回来的物资全部搬到地下室。看着满满当当的食物，我这才觉得稍微安心了不少。等这一切都准备妥当后，我又回了一趟市中心的家，没想到却看到了甄寒心和付新寒2人。他们在我的房门口站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突然来，但我直觉告诉我，这并不是好事。你们来干什么？甄寒心探头朝我身后使劲观望，似乎在看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回来。甄寒心，你眼睛要瞎了是吧？看什么看？我对我这个前妻实在没什么好脸色。你这么晚去哪了？我皱着眉头不想跟他说话。
在我用钥匙开门的瞬间，甄寒心和傅星寒对视一眼，就挤进了我的房子。你们干什么？信不信我报警？甄寒心毫不在意，坐在我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你报呀，反正马上就要末世了，警察哪里还管得了这些？我听到甄寒心的话，立刻明白他也重生了，只不过苍天有眼，让我比他早重生了几天。傅星寒狠狠拽了一下甄寒心，好像傅星寒也重生了，可能是他们少打2针的缘故，他们居然不会自己囤物资，非要来赖上我。我故作惊讶的道：甄寒心，你说什么？末世？你小说看多了？甄寒心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说什么也不肯再说。吃的呢？赶紧给老娘拿出来！他和傅星寒坐在沙发上，好像他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吃的没有了？怎么可能？上一次明明你存了那么多。甄寒心恶狠狠地瞪了眼傅星寒。傅星寒也重生了。我继续佯装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模样。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甄寒心没接我的话，而是一直催促我赶紧将吃的拿出来。我拿出一块蛋糕，只有这个了，你们吃吧。二人估计是上一世饿坏了，狼吞虎咽的就吃了起来。我的囤货前几天吃完了，这几日忙着公司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去囤货。甄寒心显然不相信，现在大部分公司都选择居家办公，哪还需要去公司？我震惊甄寒心重活一世变聪明了，但很快我就回过神。你以为我的公司是你那些小公司吗？我公司世界500强。我阴阳怪气的语气果然让甄寒心放下戒心，但是却又让他十分不爽。自从得知他和傅星寒都重生后，我就开始装作和以前一样，防止被他们发现我也是重生的。在距离高温末世降临还剩下最后2天时，甄寒心他们开始逼我出去给他们购买食物。前几天他们都对我还存有戒心，于是整天盯着我，就连我出去他们也都要跟着，就是为了看看我是不是在骗他们。我自然知道他们的小心思，所以我每天都准时起床去公司，直到确定我没有重生，他们才放下心来住在我家，每天吹着我的空调，吃着我买回来的食物。眼见着离末世越来越近，他们见我还不囤货，不免有些着急。贾正经，你再不出去买东西，就别想进这个家门一步。好，我今晚下班就买些回来。即将出门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正坐在沙发上你侬我侬的二人。好好享受吧，你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公司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发了居家办公的通知，只是我今天要回地下室，所以才继续装作要上班的样子。然而靠近车旁我就觉察了不对劲，在车底下我看到了定位跟踪器。哟呵！2天前半夜，甄寒心和傅星寒偷偷摸摸的出去，原来是在这里防着我。我将定位跟踪器扔进垃圾桶后，驱车前往了别墅。一路上的行人少之又少，几乎看不到有什么车辆，大家都被热得不想出门。来到别墅后，开了空调，美滋滋的倒在沙发上。没一会儿，甄寒心的电话就打过来。不录了！贾正经，你没去公司？看来他是发现定位跟踪器的地点没有发生变化了啊！公司有一个项目让我临时出差了。什么？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他似乎没想到我会出差，语气都焦急了起来。可能1周后吧。我一边说着，一边吃着西瓜。甄寒心听见了我吃东西的声音，连忙问我：你在吃什么？吃西瓜，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甄寒心和傅星寒咽了咽口水，然后甄寒心接着说道：正经，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跟你离婚后还想着你，我发现我不能没有你。等你回来，我们去复婚吧。我已经把傅星寒赶出去了。等你回来，我要用我所有的一切向你证明我爱你。我看着监控中，傅星寒狠狠揪了一把甄寒心的胳膊。甄寒心用口型对傅星寒说：一边抱着傅星寒卿卿我我，一边又对我说着爱你。我觉得恶心，但我还是愿意陪他演戏，毕竟看着他在绝望中逝去不是更好吗？正经，你要离开1周，现在家里没有食物，你给我1万块钱，让我去多买点菜回来，这样你出差回来也不用再去买了。我佯装赞同他的主意，在他高兴的时候我又泼下冷水。但我现在手上没这么多流动资金，你也知道我是个爱存钱的人，我的钱都存了定期，不到期取不出来。甄寒心迫不及待地打断我：那你现在身上有多少？我现在只有2000块。甄寒心听见我的话，脸色立刻黑了。什么？2000能够干什么？你好歹在500强的公司上班，只有2000块，你丢不丢人？哼，你有钱，那你自己出钱买啊！我跟你离婚了，你还要靠我这个前夫，你不觉得你更丢人吗？行了，就这样，这2000块你爱要不要？我刚要挂断，甄寒心就出声：2000就2000吧。然后我给他转了250。支付宝到账250元。甄寒心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贾正经，我要2000，你特么转我250，你内涵我呢？哼，2000我也需要用，这250你就当我施舍给你的吧。说完我就挂断电话，并顺手拉黑。然后我给自己做了一顿火锅，我吹着空调，看着下饭剧，美美的饱餐了一顿。
第二天高温末世果然来了，气温直接飙升到60度。我看着满满当当的地下室，心里只觉十分安全。我又调出监控，想看看甄寒星和傅星寒他们二人过得如何。看到眼前一幕，瞬间亚麻呆住，却发现不知道何时，我的房子里还多出了2个人，是隔壁门的一对双胞胎。监控中，那对双胞胎将自己囤的物资分了点给甄寒星和傅星寒。甄寒星和傅星寒这么狠心的2个人，现在在他们面前暴露出自己家里有多余物资，不是明摆着引狼入室吗？果然，在那对双胞胎转身要走后，甄寒星和傅星寒对视一眼，趁那对双胞胎不注意，偷袭！我看着这一幕，内心无比愤怒。可惜现在末世，人人自危，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将监控中的这段视频保存下来。如果甄寒星和傅星寒这对狗男女熬过了末世，那么我可以凭借这段监控让他们付出代价。突然，别墅外面传来了动静，我心下一惊，打开装在别墅角落的监控查看，看到一个女的，她满脸涨红，似乎快要脱水一般，而她的身边是一些散落的食物。我本来是不想管的，在这个末世人心叵测，我能保护住自己就已经实属不易。可是当我的目光在触及到女人的脸庞时，我震惊了。冒着巨大的热浪，我将女人拖进了地下室。过了没一会儿，女人转醒，见是我把她救了，她连声向我道谢。在看到我地下室的布局后，她诧异地问我：“你这是打造了末世安全屋？”平常比较爱看末世文和电影，看最近的天气太过于诡异，为了能让我有安全一点，我就选择搬进了地下室。你怎么会冒着这么炎热的太阳出来？冒着生命危险出来，自然是有道理的。女人并不想多讲，我也不多问。不过我也猜得到，上一世末世来临后，我在网上偶然刷到一个帖子，国家特警队队长郝新营在给人民发送物资时殉职了。这末世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结束，再这么下去，外面可真就乱了天。你放心，这末世不会持续太久的，国家绝对不会放任不管。一定会挺过去的。女人给了我不少物资，即使我再三推脱。同志，你拿着，虽然现在你物资多不担心，但也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现在的人心难测。我没有再拒绝她的好意，而是笑着接受了。女人对我谢了又谢，转身便离开了。看着她拖着物资离去的身影，我在心里默默为她祈祷，希望为国家奉献的军人都能平安度过。末世已经降临1周了，这1周我时不时的就做好事，拍照匿名发给甄寒星看。他和傅星寒靠着隔壁双胞胎的物资苟活了1个星期。甄寒星看着我发来的照片，气得牙痒痒。随着持续1周的高温，短暂的迎来了一场大雨，就连偏僻的别墅都人声鼎沸，似乎在庆祝这场末世的结束。但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果不其然，下了大雨后的第2天，气温直逼70度，许多家里装不起空调的都被活活热醒。现在电费都不断涨价，变成了1000块钱1度电，业主群纷纷在哀嚎。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噎死了。这电费怎么会这么贵，还让不让人活了？我孩子每天热的都哭啊，大人热点还能扛一扛，这小孩子怎么受得了？我一条一条的看着业主群里的消息，直到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想起上一世的遭遇，我添加了他为好友。他很快同意，并给我发来了一个笑脸表情包。他是我楼上1102户的住户。想到上一世我被甄寒星他们狠心关在外面，只有他打开了房门让我进到他家里，只是还没等我爬过去，我就已经被热尬了。你要不要来我家，偷偷的来？我刚打算也回复一个表情包，他就发过来了这条消息。我不禁怀疑，他是不是也重生了？你放心，我不是坏人。似乎是担心我会乱猜想，他又接着补发了这条。没关系。在和他聊天中，我得知了他叫顾佳，他再度邀请我去他家里，我拒绝了。我现在已经不在小区里面住了。他知道后先是震惊，然后又放下心来。那就好。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告诉我他重生这件事。你是不是觉得这很荒谬？不，因为我也是重生的。和顾佳了解了上一世最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在3个月后，高温末世结束，在国家军队来到我们小区进行慰问的时候，他们发现了甄寒星和傅星寒并不属于这个房子的主人后，顾佳出面揭穿了他们强占了我的房子并将我残忍杀害的事实。所以甄寒星和傅星寒在被抓走后，记恨上了顾佳。这一遭重生，我担心甄寒星和傅星寒他们会对顾佳不利，顾佳却打消了我的疑虑。放心，我重生回来的第1天就已经找人加固了窗户和大门，除非有大炮，不然都别想进来。和顾佳聊了会天，我就去做饭了。我又打开监控，吃着火锅，看着他们。这次甄寒星和傅星寒躺在沙发上，他们抢来的物资已经被吃得差不多。你前夫肯定也是重生回来的，你看他每天日子过得多潇洒。我怎么知道这个小可爱会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准备好这么多物资？别让我抓到，不然我必要让他好看。我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吃饭。可惜他们闻不到我这饭有多香。高温末世已经1个月，已经有不少人都因为没有扛住这高温末世而被热死。我看了看之前自己交的电费，明明早就所剩无几，可是看着监控中还一直吹着空调的甄寒星、傅星寒2人感到疑惑。很快我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一直吹着空调了。有人在业主群里抱怨自己刚交的电费怎么又没，联想到甄寒星他们，我发信息给顾佳，跟他说明了这个情况。
看来他们是牵了别人家的电线。放心，这件事交给我，想要借别人的电过舒坦日子是不可能的。果然，顾家的动作很快。甄寒心他们正吹着空调，突然断电。即使现在是傍晚，可是却无一人敢出门，冷气很快被热气席卷。我看到甄寒心和负心寒正在爆发激烈的争吵。你怎么不出去啊？我凭什么出去？你别忘了，如果不是我通过隔壁连接了人家的电线，我们早就热死在这个房子里了。负心寒终归是男人，力气自然要比甄寒心这个女人的要大上些许。甄寒心被他推到门口，他害怕了。上一世我被热死在门口的场景让他开始求饶。负心寒，我害怕。你害怕有什么用？你一个人害怕，却要连累我跟你死在这里。负心寒，你不能这么对我。争吵间，在我对门的一户人家开了门。我对门住着一位老光棍，名叫卫所，平时为人猥琐得很。好几次他都因为偷看老太太洗澡，被帽子叔叔抓进去蹲了几天牢。见到甄寒心的第一眼，卫所就眯了眯眼。大兄弟，这是怎么了？要你管！我耳朵不好使，你再说一遍。切！而甄寒心感受到这男人放在他身上的目光，让他浑身不自在。妹子跟哥混，哥包你1天3顿。在卫所的一通劝说下，无助的甄寒心跟着卫所走了。我关掉了监控，思考卫所是如何弄到真理的时候，地下室的门口突然传来响声，有人在拍打我的门。想到这里，我立刻拿过先前买好的铁锤就往门边走。谁呀？我打开监控，看到是原先被我救下的女人。我给她打开门，她立刻给我手里塞下一张纸条就离开了。我重新关上门，纸条上面赫然写着末世营地。根据顾家的描述，上一世也出现了末世营地，只是好多人还没来得及赶去营地就被晒嘎了。国家耗费巨资创建了末世基地，末世基地当中模拟了之前正常的气温。我看了看末世基地的地点，竟然就在别墅不远处。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让其他人知晓，那我就更不能出去了。因为甄寒心和负心寒他们肯定知道会有末世基地，所以说不定他们正在想办法赶过去。我要是与他们打照面，只怕与我不利。果不其然，国家创建的末世基地这个消息一经放出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为了可以来到基地，不惜冒着高温前进，但只有少部分人坚持了下来，大多数的人都死在了赶往基地的路上。国家得知后，派了直升机去接人。业主群让业主们纷纷接龙，家中有几口人，我没接，我可不打算让负心寒去末世基地。可是负心寒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据顾家说，负心寒抢了别人的位置，由于人口太多，特警根本管理不过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边发生的事情。而郝心莹见我并不在末世基地的名单中，担心我是不是遇到危险，他又来找到我。见我正在吃着草莓，我举了一个问道：吃吗？在末世基地更加安全。虽然国家在积极解决高温末世，但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我这里还挺舒服的，还是把基地留给更需要的人吧。更何况负心寒还在基地当中，虽然基地安全，但是这么多人，万一我被瞎了也是不痛不痒，所以我拒绝了。郝心莹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尊重我的选择。末世已经快2个月，天气已经没有原先那般炎热。晚上的时候，我也敢出门去看看月亮。突然在我不远处传来细细碎碎的声音，我听见熟悉的声音，蹑手蹑脚地朝着发出声音的来源走过去。借着月光，我看到了2道身影，居然是甄寒心和卫所和其他一伙人。甄寒心似乎笃定周围没人叫得很大声，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竟然想要在末世基地里称霸。毕竟卫所认识一伙私自藏有真理的团伙。卫哥，你可真厉害！呵，那是当然，那是我哥，自然厉害。在我离开的时候，不小心发出了响声，被他们发现了。我快速的往别墅的方向跑去。我打开监控，见他们在我别墅前停留了一会，没发现我，然后离开了。隔日，郝心莹来给我送物资，我便告诉了他这件事。他听后眉头紧皱，然后示意我放心，他会处理好。我倒是不担心，反正我现在在这个安全屋，没有谁可以伤到我。但为了以防万一，我根据网络上的视频，趁着晚上天气不那么炎热时，做了几个简便的机关。机关很快做完，幸好自己之前什么都买回来一点，可没想到这机关这么快会派上用场。这天，我正在吃着烤肉，一边享受着冰镇西瓜的爽感，一边吃着滋滋冒油的烤肉，好不惬意。就在这时，哎呦我去！外面传来一声哀嚎。我打开监控，发现看不到，意识到这是在摄像头的死角，看来是有人踩到了我的机关。但很快我听见十分熟悉的声音，这有机关，哥，看来这里有人。是卫所的声音，而被他叫做哥的人，看来就是持有真理的那伙人了。我瞬间觉得嘴里的烤肉不香了。虽然我的地下室门口加固了，但如果他们用炮弹那就糟糕了。我现在只能祈求他们看在这里距离末世基地不远，而放弃使用炮弹。很快电脑屏幕上显示了一群人，正围在我的别墅门口。老大，这里面会不会有人？砸开不就知道了。听到这话，我的心直接凉了一大截。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我迅速给顾家发去消息，让他去告诉特警队，
有人持有非法炮弹，强闯民宅，一声大过一声的踹门声，门口不停抖动。虽然我加固了门，也知道他们除非用炸弹，不然都进不来。可我的心还是不受控制的慌乱。不好，特警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刚刚还在踹门的人瞬间跑得烟消云散。郝新营来到门口，敲了敲我的门。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我打开门，迅速看了一眼周围，然后我将刚刚在监控上看到的视频给郝新营看。我指着为首的这个人说道：“他就是这个团伙的老大。”郝新营皱起眉头。最近国家发现有人私自从国外偷运枪支炮弹，他们已经利用这些在多个地方抢夺食物，没想到还把主意打到末世基地了。你放心，国家已经发现最近气温在下降，高温末世即将结束。我笑着点头，早就已经猜到的事，毕竟距离上一世高温末世结束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为了保障我的安全，我还是决定跟着郝新营去到末世基地。来到末世基地后，毫无意外，我与负心寒遇上了。小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他刚要伸出手打我，我只是略微的抬脚，他就自己撞上来了。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如此粗鲁？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吗？我看向帮着负心寒说话的人，我并不认识。顾家早就得知我要来，于是他特意来接我。听到了那人说的话，翻了一个大白眼。关你屁事！你家住海边啊，管那么宽？男人长得一副斯文相，继续说道：“你们女人就是太小气，总是爱慕虚荣，见别人有点钱就迫不及待跟人家跑。”怎么？你不会是因为没钱，所以你老婆跑了吧？那你老婆确实该跑，没钱的男人可没资格说话。你！我不等他说话，拉着顾家就走了。宣布末世结束的那天，还没来得及高兴，就爆发了一起事件。卫所带着他哥哥卫谢闯进了末世基地，双方发生了冲突。我和顾家赶紧躲了起来，因为是末世结束的日子，特警大多外出通知未到基地的群众，留守的守卫一时猝不及防。随后我看到两个衣衫不整的人影从不远处跑开，是负心寒和甄寒心。卫所自然也看到了，他大喊一声：“抓住他们！”甄寒心立刻跪在地上求饶：“魏哥，都是负心寒强迫我的，不关我的事。”即便负心寒活了2世，却也害怕卫所手中的真理，吓得浑身发抖。魏哥不是我，是他勾引我的。他说他嫌弃魏哥。我和顾家隔得并不远，将负心寒的话听得一清二楚，我差点没笑出声。负心寒这个蠢货，不知道现在这种时候说这些，只会让卫所更加暴怒吗？果不其然，下一秒，基地门口，郝新营带着人赶回来，甄寒心被其他人拖上车了。负心寒重伤倒地，生死未卜。末世彻底结束，大家都回到了原来的生活。我将警察带到我家房子，并将我所在监控看到的一切和盘托出，有视频作证，甄寒心和负心寒两人难逃此咎。只不过负心寒成了残缺人士，而他醒来后还在大喊：“不可能！我明明是重活一世的人，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我听到他的话笑出声。网友说了，重生依旧是废物，你落得这般下场也是自找的。尽管负心寒装作有精神病的模样，还是被警方带走，原因无他，因为他动手伤人的时候可不是精神病。甄寒心一直找不到下落，直到末世结束1个月后，在荒草地中发现了甄寒心，发现时已无生命体征，被那群亡命之徒带走，他终究没能幸免于难，结局令人唏嘘。没多久，警方找到了魏谢等人的藏身之所，并将一网打尽。我们小区中还活着的人都一起聚在小区楼下，享受着劫后余生的喜悦。我和顾家相视一笑，还好，我们都还好好活着。我重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动和妻子退婚，让她大胆追求白月光，而我则继续完成学业。本以为我们就此再无交集，没想到5年后却在酒会相遇，她却红着眼和我说后悔了，希望我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此时我神色淡漠，晃了晃手上的戒指，告诉她我已经结婚了。上辈子我出车祸那天，林清婉哭昏在手术室门口，看见的人都感叹我这辈子娶了林清婉值了。可只有我知道，林清婉哭是因为她的初恋在那一天结婚了，林清婉也怀孕了，与初恋再无可能。我因为怨恨林清婉不爱我，以至于不到50岁就去世了，甚至去世之后还要看着林清婉去找她那个同样丧妻的初恋。更可笑的是，2个人的婚礼还是我儿子主持的，他祝他母亲在暮年终于得偿所愿，完全没想到他这个含赫而终的父亲。而这一次我还没来及提出退婚，林清婉便抢先把订婚信物退回来。我不喜欢你，对我来说你就像哥哥一样，所以我们退婚吧，我会补偿你的。紧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来1卷钱，在看见钱的这一刻眼泪决堤。天知道我有多么想回到这个时候，这时我还没和林清婉结婚，我可以去上大学，拥有一个绚烂精彩的人生。此刻我终于确定自己重生了，而且看样子林清婉也重生了，毕竟前世林清婉还听从她爹娘的话要嫁我，见我不说话，林清婉还以为我不满意。你是不是觉得钱少？这个月的补贴还没有发下来，等下个月我再给你钱。听见林清婉这么说，本来我还想把告诉她我也重生了，我也不想和她在一起，
免得他把自己看得那么重。可现在看还是算了。我和林清婉从小一起长大，在这个人人只能从地里刨食的农村里，林清婉20岁就成为一个工厂的主任，更是在厂子里认识了王强，那是厂长的儿子。林清婉对他一见钟情，费尽心思追了1年才和王强在一起。可偏偏就在2个人要结婚的时候，林清婉爹娘要求林清婉和我结婚，因为林清婉小时候掉河里是我给她拉上来的。林清婉爹娘要林清婉以身相报，林清婉一边不舍王强，一边不想担负新的骂名，最后嫁给我，却觉得我是她和王强的绊脚石。人人都说林清婉年轻有为，娶了她是我赚了，完全不知道我过得怎样。前世是我看不透，现在看有钱才能保。林清婉这钱我收得心安理得，见我拿过钱，林清婉皱着的眉舒展开，她如释重负地站起身。就在我忍不住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时，林清婉突然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你一直生活在村里，你应该出去看看，说不定你也会找到自己的真爱。听着林清婉这近乎施舍的语气，我突然有些想笑，林清婉是怎么有脸说出这些话的？前世我娶了她之后，为了让她安心工作，自己承担了所有家务，还被她困在狭小的小洋楼里，平时出去买菜都要跟她申请。我一直以为她是怕我出去后什么都不懂，后来才知道王强就住在对面，她是怕王强看见我后不高兴，现在她却反过来说我见识少。我不知道林清婉脑子里是不是被堵住了，让她看不清自己。好啊，我一定会出去看看的。我一直没告诉林清婉，被她嫌弃了一世没文化的我，在娶她的前几天就拿到了京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前世我因为林清婉而放弃，这一世我不会再因为她而放弃自己的人生。但没几天，林清婉便闯进我家，彼时的我正在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我拆得小心翼翼，生怕把它弄坏。可林清婉这一下，竟然直接吓得我从录取通知书中间撕开一个大口子。林清婉，你是看不到我在干什么吗？林清婉脸上飞快闪过一抹尴尬，可目光在落到分成2半之后的录取通知书时，也只是不屑地勾起嘴角。赵念，这录取通知书是你从哪里偷来的？也不怕人家来找你？我被林清婉这倒打一耙的样子给惊呆了，我懒得开口解释，这几天我根本没出去，怎么又发生事了？林清婉急匆匆地将我带到她家，看着乱七八糟的样子，我震惊不已。在我的印象里，林清婉家不差，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陆叔陆婶站在院子里，王强站在门外。王强看见林清婉后，瞬间满眼通红，林清婉也顺势扑入了王强怀中。看到这一幕，一股无法言说的感觉涌上我心头。我以为重生之后，我在面对他们2个人会自然一点，没想到真的到了这一天，我还是没有办法面对这2个人。陆婶看见我，眼眶一红，她亲切地拉住我的手。我已经知道你和林清婉的事情了，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一天，你就是我认准的女婿，我不会让人替代你。陆叔也在一旁点头。2个老人让我心底划过暖流。不管林清婉怎么样，陆叔陆婶对我是真疼爱，但我却不能随他们的愿。我看向王强，他还抱着林清婉，对上我的目光时，微不可察地勾起嘴角。前世每当他这样，我都会发疯，这世我不会再这样了。林清婉和他是绝配，我不会打扰他们2个。正巧我今日也带来了我的订婚信物，是一块玉佩，这块玉佩是陆婶的陪嫁。林清婉把我的信物还我了，这块玉佩我自然要还给他。我在陆婶恳求的目光下，把玉佩塞进他手里。陆婶、陆叔，你们对我好我知道，所以我不能说谎。我不喜欢林清婉，即便是和他结婚，我也不会快乐的，所以对不起。我重重地朝陆叔陆婶鞠了一躬，陆婶连眼泪都来不及擦，她用力拉着我的手。有我和你陆叔在，你不会受委屈的，你放心，我和你陆叔把你当亲儿子对待。我设想过我以后的生活，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住进小洋楼，有一个年轻有为的妻子，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平平安安的度过一生。可是我的妻子不爱我，我说过我对玫瑰花过敏，但她还是不停地在家里种玫瑰，因为她的初恋喜欢。在我车祸做手术时，我的妻子大哭，心里想的却是为什么自己背叛了初恋。所谓的平平安安度过一生，也是在妻子的不尊重中孤独致死，所以我不愿意，你说对不对？林清婉。我看向林清婉，她的脸色早已变白，到现在她已经不敢看我，哪怕王强一直叫她也没有任何反应。对她的反应我毫不意外，我重生的事她迟早会知道的，我不介意早点告诉她。陆婶看了王强又看了我，还是把镯子收下了。她拍拍我的手，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剩下的都是陆家的家事。我转身离开，不想再掺和进去。可我刚走出去不远，林清婉快跑着追上来，她神色慌张，眼神不敢看我。看着她这个样子，我有些想笑。林清婉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胆小。就在我以为林清婉还要继续装傻时，你重生了是不是？我坦然点头。那你能不能不要仗着重生欺负王强？闻言，我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我还以为林清婉是来为她前世的所作所为道歉的，没想到是来警告我。你重生了，知道厂子会破产，王强最后也被逼着娶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这一世我会帮助他脱离苦海，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前世的事情是我对不住你，你怪我就好。我被林清婉这些话给气笑了。林清婉是还觉得我爱她吗？重生过来还要得到她的心，为此对付王强。我用力甩开林清婉的手，认真地看着她。耳朵不好就去治，我已经说了我不爱你，你和王强怎么样我也不想管，你还要脸的话就别出现在我面前。我把话放下，看也不看林清婉一眼。路过拐角的时候，余光瞥见林清婉还站在原地，我十分不解。我重生了，不想再好好挣钱，怎么还会选择再入苦海？真是可笑。回去后，我仔细地将录取通知书修理好，
我爹娘去年去世了，我在这里也是徒增烦恼，不如早点去京都。想好了这一切，我找了大队给我开介绍信，又收拾好东西。大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村里头一个大学生，还特地在村里做了大席给我送行。我带着红花，满面笑容地站在人群中。陆叔陆婶也早就知道，但是他们都没来，只是让大队长给我一笔钱，我没要，说我无情也好。我现在不想跟陆家有任何牵扯。最终，我在村里人满怀期待的目光下，坐上拖拉机离开村里。正被颠得不行时，开拖拉机的大爷突然叫我：“你看，那不是陆家那丫头吗？她怎么在后面跟着？”我猛地扭头，果然看见林清婉正追在拖拉机后面。林清婉的嘴张张合合，似乎是在说什么，我却直接闭上眼睛。整个村里都知道我考上了大学了，只有林清婉不知道。她心中疑惑是应该的，可这并不代表着我要跟她解释。我看着林清婉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再也看不见。转眼间5年已经过去，我以为我这一世不会再和林清婉有瓜葛，可没想到我们还是见面了。我要是没记错，林清婉前世可是在厂子里干了10年，干到厂子倒闭她才走的，怎么现在会出现在酒会上？林清婉也很惊讶，她上下打量着我。好久不见。我点点头，没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反驳林清婉。好久不见。领我过来的老总看见我们这个样子，会心一笑。原来林小姐和赵总认识啊，那就不用我再过多介绍了。你们想必有很多共同话题。我听说赵总现在还没结婚，正好我们清婉也是单身，你们看要不要再多接触一下呢？说实话，我讨厌这种牵红线的行为，尤其是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一想到现在她就在酒会上看着我就觉得心虚。虽然我和林清婉之间并没有什么，不过刚刚老总说林清婉还是单身，这怎么可能呢？林清婉爱王强爱得无法自拔，我没走的那几天，村里人还在传他们2个要结婚了，怎么可能过了这么多年还没结婚？我以为老总不知道，刚想要开口解释，林清婉便抢先一步：“多谢陈总的好意了，不过我还不知道赵总怎么想。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林小姐说这些话会让人误会的。还有，我要是没记错，林小姐似乎有男朋友叫王强，怎么今天没看见她？”陈总知道自己好心办坏事，神色尴尬，赶紧找借口走开。我放松下来，径直离开现场。谁料林清婉又跟在我身后，我有些烦躁。林清婉究竟想干什么？我停下来。怎么这么些年不见，林小姐还想跟我叙叙就不成？你真的有男朋友了？你不是说过你最爱的是我吗？这是5年前我就跟你解释清楚了，看来林小姐还是没记住。要是王强知道自己的女朋友这么想念另一个男人，会不会吃醋啊？你就非要提起王强吗？除了他，我们之间难道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前世的他也是以这种态度跟语气和我说话的。那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林清婉心里没我了。厂子倒闭是因为王强的父亲行贿被发现，王强都没急，林清婉就开始为了这件事情跑上跑下，甚至把那些人带到家里来，让酒精过敏的我陪他们喝酒。我问林清婉是不是要为了王强毁掉这个家，林清婉就是以这种语气问我。林清婉话说出口就后悔了，只是她还没来得及解释，王强就出现了。清婉，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说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朋友，顺便告诉他们我们要结婚的消息吗？王强说完这些，才好像反应过来我还在现场，他装似惊讶的啊一声：“赵岩，真巧啊！我本来还想着给你发结婚邀请函，现在你来的正好。怎么说你也是林清婉的哥哥，我们结婚那天你可一定要来啊！我绝对给你留一个好位置。”我忽视王强的嘲讽挑衅，大放一笑：“那可太好了，等我结婚的时候，你们可一定要来。”王强神色未变，反倒是林清婉还想开口，我却早就离开。刚一进车，就看见裴艳艳气鼓鼓的样子，我下意识地吻到她脸上。好了，不要生气了，她只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们根本就不熟。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林小姐，5年前凭借一己之力，让原来的厂长决定改革，这几年又有新政策的加持，一跃成为新贵，可比我厉害多了。我哑然失笑，看向这充满醋味的女人。5年前，我刚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一个没站稳就向前倒去，是裴艳艳拉了我一把，才没让我摔个大马趴。出于感激，我请她吃饭，这才知道她竟然和我同专业，还是京都豪门裴家的孙女。要知道，我前世接触的最大的官还是个县领导，当时那顿饭吃的没给我吓死，反倒是裴艳艳毫不在意，她热情地给我介绍学校，甚至连自己开创的公司都给我留了位置。我以为她把我当朋友，直到她向我表白。说实话，重来一世，我没想着结婚，我已经受够了手心朝上的日子，也害怕裴艳艳会像林清婉那样。我明确告诉了裴艳艳我不愿意，我以为裴艳艳会放弃的，毕竟以她的身份，想要什么样的男人都有。可裴艳艳只是默默陪在我身边，就像一个普通的朋友。终于在我毕业之后，她再次跟我表白，这一次我答应她了。我想试一试，万一这一次我遇到一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人呢？赵岩，我不是阻止你和林清婉来往，只是根据我的调查，他这个人明明身边有喜欢的男人，却偏偏吊着他，和他做生意，我都怕脏了我的手。我遇到林清婉也是预料之外，即便裴艳艳不跟我这么说，我也没打算跟林清婉有什么来往。她重生后就选择和我退婚，现在看见我后又一副深情悔过的样子。
这样的林清婉，我巴不得离他远远的。我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这时，王强找上了我，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王强。你知道吗？其实林清婉根本不喜欢我，她爱的是你。这些年，她总是对着京都的方向出神。我知道那是她想你了，所以她把工厂也开到了京都。她就是想和你离得再近一点。林清婉居然可以为你做到这一步，你知道我有多么羡慕你吗？听到王强这么说，我非但没觉得高兴，反而一阵恶寒。其实一开始我也以为他是喜欢我的，可是当我提出要跟他结婚时，他却死活不同意。他还仗着自己的身份将我爸送进了监狱。我问他为什么，他却说那是我爸应得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留在他身边5年，就在他好不容易答应要和我结婚的时候，你回来了。你为什么要回来？我告诉你，你回来了也不管用。我跟他才是天生一对。他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拿起手边滚烫的热水就朝我泼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林清婉突然出现，她侧身挡在我面前，任由热水席卷全身。王强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我不是故意的，清婉，你听我解释。王强，我跟你说过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了。王强，我们分手吧，我会保证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剩下的你也不要再多强求了。我没有反驳林清婉，而是带着她去了医院。事到如今，我已经看明白了，林清婉是后悔了，她现在喜欢的是我，并且还想和我在一起。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医生给林清婉包扎。在医生误会我和林清婉之间关系时，我开口了：她不是我女朋友，我有自己的女朋友，并且要结婚了。医生大笑，交代好注意事项之后，快步离开。林清婉迎上我的目光：赵岩，我调查过你的女朋友，她是你的大学同学，追了你1年，所以你答应跟她在一起了。可是赵岩，人都会变的，她现在爱你，你就能确保以后也爱你吗？可是我不一样，我花了2世的时间来确定，我就是爱你，我非你不可，只有我可以给你好的生活。你和他分手，和我在一起，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林清婉的话充满得意，好像我能娶她是多么值得开心的事情一样。我挣脱林清婉的手：你嘴里的会变心的女人是在说你吗？林清婉，你的爱真的好珍贵啊，以至于让你花了2世才看清自己的心。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重生怎么办？是接受你的退婚后自暴自弃，等着你幡然醒悟再来拯救我于水火？林清婉，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在说别人的时候，好好想想你自己。明明你自己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是怎么有脸觉得别人和你一样的？又是怎么觉得我爱你的？你知不知道，我前世看见你和王强结婚的时候，我都要恨死了。我就在想，为什么你们不下地狱？还有孩子，要是早知道辛苦养大的孩子会看不起我，我从开始就不会和你结婚。我说完这些话后，爽了不少。要不是怕脏了自己的手，我现在就应该扇他一巴掌出气。我知道我前世做错了，可是人都会犯错的，前世是我的执念，我已经放下了。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们可以不要孩子，我不会再让他伤害你。我眨了眨眼，目光落在林清婉的胸针上。林清婉注意到，她双眼一亮，亲自把胸针摘下来，双手捧到我面前。这枚胸针是你送给我的，不管前世今生，我都没有摘下，这还不能证明我爱你吗？我在林清婉满眼期待中拿起胸针。我一个在农村里长大的人，根本不知道胸针这种东西。你去工作那年，我送给你的是一条亲手织的围巾，那个时候王强来你家，正好看见了，就把围巾拿走，换成胸针了。我问你的时候，你还说我小题大做，反正都是给你戴，不如就把这个胸针当作是我送的。没想到你这一时却忘了。我的话音刚落，林清婉便再也支撑不住，双眼一翻倒在地上。我则是冷漠地出了医院。裴艳艳已经在外面等我了。他是怎么有脸跟你说这些话的？你不许再爱他，只能爱我。这种人根本不配站在你面前。在我答应和王强见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裴艳艳了，包括我的前世。我总觉得夫妻之间不应该再有隐瞒。我知道裴艳艳喜欢我，所以我更不能让她像前世的我一样，一直活在疑惑不解之中。好了，不要生气了，咱们去选婚纱吧。裴艳艳这才开心起来，她疯狂点头。我和裴艳艳结婚那天，好久不见的王强出现在我的婚礼上，我被吓了一跳，下意识以为王强是要来报复我，因为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裴艳艳对林清婉出手了。林清婉仗着前世经历的多，接手厂子之后开始改革，引进新的机器人才，单看上去是好事。可是林清婉的行事作风太过狠辣，为此得罪了不少人。王强的父亲被抓走之后，许多人都不服林清婉，裴艳艳找到他们，直接让他们告林清婉。即便林清婉本事再大，也比不过裴艳艳。林清婉入了狱，工厂没有做主的人，王强就在这个时候出现，接手工厂。虽然还是有人不服，但他们终究不敢再说什么。我知道后也没多说，林清婉是罪有应得，就是不知道王强怎么样。王强只是笑笑。我还要感谢你们夫妻2个，不然我还会真的以为林清婉做这些是爱我。现在这样也挺好。其实说到底，站在我和王强的立场上，我们有错又无错，只有林清婉是真的不要脸。不过都与我无关了，这一世我的美好生活才刚开始。夫妻一起重生到告白这天，这一次俩人默契的谁都没提起过往，走上了与前世全然不同的道路。女人选择了前世朝思暮想的白月光，而男人直接将全部积蓄投入股市，成为龙城首富。前世为了和妻子宋思雨庆祝结婚纪念日，我出差提前回来，进门却看到门口放着一双不属于我的男士鞋。提前回来了，正好省得我多费口舌。我们离婚吧，你还记得吧？这是傅宇，大学同学。为什么？结婚10年，我为了给他想要的高质量生活，拼命的工作，他被诈骗，欠下巨额债务，因此我承担了全部
债务，从此过上了被催债电话和短信不停轰炸的日子。这是你当初阻止我和傅宇在一起的报应。原来是这样，我苦笑，笑着眼泪就流出来了。对了，孩子我拿掉了，咱俩之间清清楚楚。他的声音像刀一样划在我耳边。站在楼顶，我扔掉已经被催债电话打爆的手机，纵身一跃，醒醒，上课了。一双手不停地拍着我的肩膀。再次睁眼，我发现自己正坐在宽敞的教室里。我望着课桌前微观经济学的教材，还觉得如梦似幻。直到手机提示有一条短信，是宋思雨的。傅宇要和我表白了，他让我中午1点去篮球场，我太开心了。那时我还是宋思雨的舔狗，校内论坛上都在传傅宇今天要和宋思雨表白了。班级群里都知道我和宋思雨的关系，不少人在调侃男生配校花很大。都说舔狗舔到最后应有尽有，这怎么不成立啊？还有一句话，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啊。上一世我及时赶到篮球场，在傅宇还没开口之前，一把拉过宋思雨。别听他的，他不是认真的。我瞪着傅宇，只见他嘴角噙着玩味的笑，说了一句没劲，然后就走了。宋思雨为此大哭了几场，但我没想到宋思雨居然记恨了10年。我舍友发信息安慰我，顾恒，别听他们乱说，你对思雨那么好。我回了个笑脸，说我没事。紧接着给宋思雨回了条消息，祝你们永远幸福。下午又有一条信息进来，是宋思雨的，一会麻烦帮我占个座，谢了。课前3分钟，他走进教室，春风得意地朝我挥挥手，然后像个没事人一样的让我帮他占座，直到对上我冷冷的目光时，才勉强压下嘴角，理所当然地问，就坐这吗？不好意思，没有给你占座，你自己找位子吧。上课铃已经响了，周边也有很多同学开始窃窃私语。宋思雨面露尴尬的神色，他楚楚可怜地盯着我，生我气了。上辈子就是这样，每当他用这种眼神瞧着我的时候，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其实傅宇早就知道宋思雨喜欢他，他跟那群狐朋好友玩游戏输了，有人出了个馊主意，让他去跟宋思雨表白，如果不敢就不是男人。就他，我招招手他都能乐呵半天，没难度。那宇哥，要是真成了，你俩交往3个月呗，就当玩玩，毕竟是校花，宇哥你也不亏。闭嘴，你不知道宇哥心里有人啊，玩玩也不是不行。上一世在我斟酌着如何告诉宋思雨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接受告白了。我一片好心，想让他远离渣男，他却恨了我10年。宋思雨默默走到了后排，下课后，他飞快地来到我的座位旁，把一本笔记递给我，温柔地说：“喂，今天的笔记借你抄。”谢谢，不需要。说完扬了扬手里的笔记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的脸上已经显现出怒容，轻咬着唇瓣，眼睛里有泪光。顾恒，你什么态度？你向我道歉，我就原谅你，不然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我的脚步顿住，回头好笑地看着他。那更好，以后咱们各走个路。顾恒，你也重生了是吧？算了，这辈子就这样吧，咱们各自不干涉谁。算了，上辈子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这就算了。我正准备说话，傅宇就是在这时出现在门口的。他看着宋思雨，红着眼睛盯着我问：“你欺负我女朋友了？”我直视着他，攥着拳头，慢慢朝他走过去。顾恒，你想干嘛？我告诉你，傅宇是个富2代，你敢动他，他家里饶不了你。我完全无视他的唠叨，慢慢走到傅宇面前。请你管好你的女朋友，让她不要再来打扰我了。我衷心的祝2位长长久久。宋思雨彻底闭上了嘴。错身而过的瞬间，傅宇小声对我说：“顾恒，现在才有意思了。”我很想看看这一世他和傅宇能走到什么程度。上一世宋思雨被我阻止表白后消沉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如既往的享受我这位舔狗对他的有求必应。跳楼的那一晚，我把当年傅宇和朋友打赌的事情和盘托出。宋思雨听罢，亲密的在傅宇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唇印，转头不以为然地说：“那又怎么样？”我以为我和傅宇这辈子不会再有交集，没想到我晚上回学校的时候就撞见了他，他正在欺负女同学，眼看傅宇就要得手。你们在干嘛？傅宇放开了女同学，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朝我望过来。傅宇冷笑了声：“要你多管闲事。”就在这个当口，女生找了个机会，飞快地溜走了。傅宇看着她的背影，喊了声：“沈婉如。”沈婉如，我凭着记忆搜索这个名字，她也是我们学校的学霸之一，只是一向独来独往，沉默寡言。上一世，她大学毕业后就出国深造去了，后来听说年纪轻轻人就没了。我那时候眼里只有宋思雨，根本没有注意这些。那天过后，傅宇只是冷哼了声就走了，没再继续找我麻烦。倒是宋思雨和傅宇恋爱以后，就成为校内论坛热议的对象。除了收获众人艳羡的目光外，她也收获了不少吐槽，比如经常喝得烂醉，深夜才回宿舍，扰得室友无法休息等等。从这之后，她再也不来图书馆了，而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这一世摆脱了宋思雨之后，我就准备为自己好好奋斗一番。再一次遇到沈婉如，就是在图书馆，她坐在2楼的沙发休息区，正对着落地窗。我轻轻地咳了声：“学霸，你是不是想去 A 大读研？”我直截了当。她轻轻地点了点头。那我们能做学习搭子吗？我也想读 A 大金融系，你教教我英语吧，我这英语实在太差了。我帮你买饭、占座位，其他任何事你需要的话吩咐我就行，你看行吗？她有些惊诧地看着我，突然起身离开了。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时，背后传来她的声音，温温柔柔地说：“这个给你。”沈婉如拿着一本册子，我接过，是她自己写的申请规划。你确实需要先把英语提高下，一会我会把学习方法教给你，你要做的就是每天练习，你能做到吗？我坚定地点了点头。从那以后，我每天都按照沈婉如的方法大量的听原声材料，再和她练习1个小时的口语。短短3个月，我的英语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沈婉如推荐我去参加英语演讲比赛，
获奖的话对于申请一大研究生十分有用。我和沈婉如一起去英语演讲比赛报名处时，恰好遇见宋思雨和傅雨，她无精打采地靠在傅雨怀里，像是一晚上没睡，疲惫至极。瞥见我和沈婉如过来，傅雨面色不善，我总觉得他对我有莫名的敌意，我猜测这和沈婉如有关。宋思雨倒是笑得亲切。顾恒，听说你也要参加英语演讲比赛，这可太稀奇了，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让我们一起看看沈学霸调教人的本事。听说你们最近形影不离，是不是有发生关系了？傅雨冷冷地哼了一声，目光扫过我和沈婉如，这个就不劳你们操心了。傅雨还是拽着宋思雨走了，隔着老远还能听到他跟傅雨的调笑声。沈婉如被害得面色发白，身后的报名老师叹了口气，说宋思雨原本是这届他最看好的获奖者，形象好，气质佳，台风也很不错。可惜了，现在把自己搞成这样。刚才报名时连自己的英文名都拼错了。上辈子宋思雨也报名了这个比赛，最终他表现优异，毫无悬念地拿了第1名，却在得知傅雨要出国的消息时，在后台崩溃。我当时抱着他死命地捶我，重活一世，我不再插手，我拭目以待。我和沈婉如报名成功后，更是把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练习上。偏偏这个时候，有人上传了几张我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在图书馆一起练口语的照片。这不是校花学霸宋思雨的舔狗顾恒吗？我说最近怎么销声匿迹了，原来是去舔别人了。沈婉如这个怪胎也能交到朋友啊，世界真奇妙。不过是一起吃饭和学习而已，有些人嘴巴积点德。楼上你太单纯了，这男的精着呢，你没看他一个二个舔的都是学霸吗？听说他要参加英语演讲比赛，我还真没听过他开口，有点期待了。嘲讽的话语盖了几百层楼，傅雨更是实名制发言，舔狗到哪里都是舔狗。活了2世，我骨子的自卑仍旧会隐隐作祟。上一世我安安分分的做差生，这一世我想证明自己，却低估了人心中的成见。沈婉如罕见的在下面回：一个追求梦想的人不应该被嘲笑。我突然想起有天我们练习口语到很晚，练完后我们一起抬头看着满天星空。你的未来是星辰大海，你一定要相信。我终于认识到，我就是我不必讨好任何人才能获得对方的垂怜，也无需向任何人证明些什么，走自己的路，摘自己的果实。但命运却并没有眷顾我。比赛的前一晚，我遇袭了。宋思雨让我把之前他借给我的笔记还给他，我到了他约定的地点，却没有看见他的人影。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的头上突然被人套上了麻袋，紧接着有人连拖带拽的把我往树林深处拖去，无数的棍棒打在了我的身上，撕心裂肺的疼，温热的液体不断流出，我感觉身上好多骨头都裂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暴打停止了，有人的脚步声慢慢走近，我闻到了熟悉的香味，那是宋思雨最喜欢的香水，但那脚步却绝不是女人。我瞬间明白过来，傅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存的什么心思，你只会用这种恶心手段吗？有本事就把老子搞死！傅雨狠狠地踹了我一脚，阴恻恻的开口：给我继续打！傅雨，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傅雨，事已至此，他们没必要再装了。有人摘下了我头上的麻袋，我勉强睁着已经高高肿起的眼睛，看着宋思雨，轻蔑的笑。宋思雨，我原以为你只是恋爱脑，是非曲直总能拎得清，今天我才发现，我真是瞎了眼。宋思雨满脸是泪，哑口无言，半晌垂下头，低声说：抱歉，顾恒，我不知道事情会闹成这样，明明说了只是给你一点小教训。很显然，他并不清楚傅雨为什么要找人教训我，但是只要是傅雨想做的，他都会帮忙。他已经没有原则和底线了。我打断他：我并不需要你的道歉。傅雨，既然喜欢沈婉如，你又去招惹宋思雨做什么？彰显你的魅力吗？真是令人作呕。傅雨还想揍我，被宋思雨拦住了。宋思雨显然被我这番话震惊到，渐渐的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刻，我满脑子都在想，沈婉如，不要担心我，你一定要好好发挥。再次醒来的时候，我人已经在医院了。医生说是学校保洁阿姨发现了我，把我送过来的。我的胳膊骨折了，腿也有多处的软组织挫伤。我立刻就要下床，被医生按住了。我说我有重要的比赛，关乎我的未来，求求他放我走。他摇摇头表示，这个样子根本参加不了比赛。僵持中，警察也来做笔录。做完笔录，我心急如焚的就要下床，一个身形不稳，狠狠地摔在地上。我挣扎着往前爬，护士看到吓了一跳，一边扶我一边劝我，天大的事情也要等伤好了再去。那一刻，我觉得特别无助，我心心念念的比赛泡汤了。沈婉如因为担心赶了过来，见到我的时候眼眶微红，四目相对，我们都沉默了。过了会，他给我带来了2个消息：演讲比赛他拿了第1，宋思雨发挥极差，因为记不住词，得了全场最低分。那天我们在病房里聊了很多。沈婉如的妈妈是傅雨家的保姆，自小她就和傅雨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发觉傅雨看她的眼神不太一样，但她清楚明白的知道，傅雨和她不是一类人。傅雨走过场的时候，她在挑灯夜读；傅雨夜夜笙歌的时候，她在打零工挣学费。白月光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得不到的执念，一旦得到了，白月光也就碎了。最后，我看着眼前这个坚韧独立的姑娘，说：婉如，你确实值得更好的人。我没有参加英语演讲比赛的事，在论坛上又引起一阵热议。有人说我是故意的，其实根本没有实力，就是虚张声势。还有人遗憾没听到我开口说英语。我看到这些讨论，置之一笑，并不在乎。倒是沈婉如大有一副要帮我证明的架势。虽然这项活动加分你拿不到了，但是我知道你更想向大家证明你可以做到，不如找个机会让大家听听你的英语。于是，在某个夜晚，我们去了广播站。大家好，我是你们口中的舔狗顾航。虽然但是舔狗也是可以有梦想的，我一点也不觉得丢人。
演讲比赛的时候，我受伤住院了，没来得及参加。其实我参加演讲比赛不是为了什么获奖，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开口的机会。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段吧。广播声响彻整个校园，我依旧用着发音不标准的口语，但我已经不再害怕了。校园论坛对我的评价开始转向，这个有志气，能成大事，励志典范啊！向他学习。那之后，我和沈婉如更积极地参与各类活动，为申请学校做准备。宋思雨因为逃课太多，在保研竞争的时候毫无疑问被刷下来了，系主任都为他惋惜不已。第二天一早，他竟然站在教学楼顶要跳楼自杀。我算了算时间，离傅雨表白那会正好3个月。宋思雨的梦终究是要醒了。后来他被救下来了，听说当时还哭着喊着让傅雨对他负责，还他一颗真心，然后就晕过去了。送到医院后检查出来已经有1个月身孕了。傅雨却不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说是宋思雨喝多了乱搞怀上的。躺在医院的宋思雨又是一阵大梦。宋思雨从小就是家长、学校的关注中心，他太顺遂了，加上有我这样一个鞍前马后的存在，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和事都应该顺着他来。出院后，他来找我，发丝凌乱，面容憔悴，他有些局促地开口：邵医师，你阻止了傅雨对我表白，我却恨了你很久。后来我们结婚了，即将有一个孩子，再后来你跳楼了。现在想想，其实我错了。宋思雨，一切都过去了，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宋思雨办了休学，轰轰烈烈的恋爱如今以凄凉惨淡的姿态收场。很多曾经羡慕的人都闭上了。我和沈婉如成为了学校各类竞赛和志愿活动的常客。有人问起我们是不是一对，我笑了笑，还不到时候。他们都说顾恒是想证明自己以后再向沈婉如求爱，不然怕自己配不上沈婉如，也有这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在等傅雨的行动。然而我没有等来傅雨，倒是等来了宋思雨。我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宋思雨站在门口等我，看见我，双眼一亮：我们谈谈吧，最后一次。学校花园里，他望着远方，平静地说：是我错了，大错特错，但是我现在后悔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起前世坠地前的绝望与痛苦，不想再和他纠缠下去，拔腿就走。他一下子抱住我的腰，声泪俱下：求您。我面无表情地掰开他的手，转身直视他的双眼。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会站在原地等你的。我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答案。傅雨说的对，既然后悔了，为什么不替自己争取一次？我一听大惊失色，一把拽过宋思雨，急切地问：你们把沈婉如怎么了？你自己看看吧。说罢打开视频通话，画面里是一个昏暗的房间，沈婉如闭着双眼躺在沙发上，傅雨坐在旁边把玩着红酒杯。看见我出现在视频中，他看起来很开心。都到齐了，很好。他把酒杯放下，慢慢地靠近沈婉如。沙发上的沈婉如毫无知觉。傅雨的动作很虔诚，在离沈婉如的嘴唇还有1寸远的时候，他停下了，然后他开始慢慢地解开沈婉如衬衫的扣子，1颗、2颗、3颗。傅雨，你这样做，沈婉如醒来后不会放过你的。她可是你喜欢的女孩，你想让她和你一辈子吗？傅雨停下了动作，他凑近手机摄像头，慢条斯理地说：既然不爱我，恨我也不错，不过没关系，至少到死之前想的还是我。我其实知道傅雨也重生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能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他连宋思雨都不在乎，又怎么会注意到我？我仔细地想过，傅雨这样的天之骄子，如果重启人生，最大的软肋在哪里？答案是沈婉如，就是现在了。沙发上的沈婉如慢慢睁开了眼，坐了起来，她拿着藏好的摄像头，对冲着手机得意的傅雨说：全都录下来播出去了。紧接着，警察破门而入，当场逮捕了傅雨。思雨眼看着急转直下的形势，瘫坐在了地上，嘴唇抖了抖，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你们能重生，为什么沈婉如不行？沈婉如上辈子结局惨烈，那天在医院里，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并没有去大读书，而是被傅雨奸污后就被囚禁了。时间长了，精神出了问题，大部分时候她都不记事，却在一个晚上恢复了清醒。她本该有个美好的未来，却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再一睁眼，回到了大学。傅雨有权有势，他不知道该如何避免前世的死局。他告诉我了一个确切的日期，就是今天。上辈子傅雨要晕他悲剧的开始。沈婉如从警局出来的时候，我冲上去紧紧地抱住她，她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来。这件事在网络、媒体以及学校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傅雨的父母再有心想掩盖，也抵不住汹涌的舆论。更有媒体挖出傅雨自小行事荒唐，甚至有过更严重的犯罪行为。昔日校园男神成了人人喊打的罪犯。最后一次见到傅雨是在看守所里，他的父母告诉我们，他想见我和沈婉如一面。他懒洋洋地坐在那里，没想到我居然会输，还是输给你这种人，晦气。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太自以为是。在他眼里，我的重生打乱不了他任何计划。他对沈婉如势在必得，可就是我们这样渺小的人，给他设了个局，让他不能如愿。出来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宋思雨的爸妈。宋思雨按照从犯定罪，也被关押在这里。叔叔阿姨见到我，苦涩地笑了笑，他们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宋思雨写给我的。我展开，只有一句话：对不起，祝你前程似锦。是的，我这辈子一定会前程似锦的。后来我和沈婉如顺利地拿到了 A 大金融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说起来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原本我的申请材料里，社会实践的部分缺了那次演讲比赛，
总是差一些。没想到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恰好在我对着广播说英语的那天听过我的演讲。2年后，我和沈婉如回国创业，忙碌间抽空回家见了一下我爸妈。饭桌上，我爸妈一边给沈婉如夹菜，一边不停地暗示我赶紧向她求婚。我俩对视一眼，心照不宣。不是我不想娶，是沈婉如说先把公司做起来再考虑。我赶紧找了个出门买东西的由头离席，在便利店里结账的时候，一抬头，收银员居然是宋思雨，她也认出我，眼神瑟缩了一下，尴尬的笑笑。你变了好多。你也是，以前风光无限的学霸校花，现在一举一动间都透着疲惫，死气沉沉。结完账，走出便利店的一瞬，宋思雨突然叫住我：顾恒，祝你永远幸福。谢谢。沈婉如在街对面冲着我笑，我快步走过去，牵起她的手。我资助柳如烟一家10年，她仗着我对她的宠爱一步步崛起，功成名就之时，竟联合青梅竹马让我家破人亡。悲愤交加的我拉着她从楼上一跃而下，再睁眼，我回到了10年前。顾不凡，你什么意思？我妈那么大岁数，你好意思让她给你洗衣服？我都舍不得让我妈干活，你凭什么？还没完全清醒的我被柳如烟推到地上，四周传来同学们调侃的声音。顾大公子又得大出血了，要送点礼物才能让人家消气啊！别说花钱了，就算让他磕头，他也得磕。谁让柳如烟有魅力，把他迷得魂不守舍？听着周遭的奉承，柳如烟眼里的得意更甚。告诉你爸和你妈，明天不用到我家去了。一个保姆不给我家干活，我雇佣她还有什么意义？柳如烟一脸震惊的看着我，还以为她听错了。还有你，好日子过久了，居然想骑到我头上来，我会跟学校说，停止对你的资助，你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从我家滚出去。顾不凡，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现在就给我道歉，给我跪下磕头，否则我不会原谅你。你不是一直觉得我对你家的资助是施舍吗？你爸妈给我工作是折辱他们，那我就收回，你们家可以有尊严的活着了。柳如烟脸色顿时变得煞白，眼神却愤怒的仿佛要喷出火焰。我没有搭理她，转身就离开了教室。放学后，我没像往日一样等柳如烟，直接让司机开车回了我家别墅。没想到柳如烟比我先进家门，看着她爸拿着我迈巴赫的钥匙，我的脸色沉了下来。不凡，你们今天争吵的事我知道了，如烟也就是一时口直心快，还望你不要计较。柳如烟嗤笑一声，眼底满是不屑。她始终认为我在耍小性子，就是想可以引起她的关心，或者和她争关系主导权。让我爸妈给你当说客，顾不凡你可真好意思，在学校不是挺横的吗？现在又来这一套做什么？我都要被气笑，他自我脑补的本事真不小。柳如烟爸爸想拍我肩膀安抚，却被我直接躲开。顾不凡，你没完了是吧？我爸现在是可怜你给你台阶，你现在不下，一会儿这个台阶就没有了。柳如烟爸妈对他的言语感到不可思议，他妈看病，他爸还赌债都还要指望我，他妈连忙上前陪笑。如烟这孩子拉不下脸跟你道歉，这事是他做的不对，回头阿姨骂他。听说京市的专家来咱们这里医院飞刀，阿姨想着人家大老远过来，我这毛病让人家看看，说不定就好了，也省得明年再去做手术，给不凡你省点钱。就是这个挂号费真是不便宜，一个号2万块呢，我想着怎么也比做手术便宜。真好意思张嘴，飞刀不能走保险，但是可以让我报销。阿姨，2万不算多，等你闺女参加工作，没多久就挣出来了，就看你能不能等那么久。柳如烟暴怒，抄起旁边的花瓶就向我砸来。顾不凡，你才等不了，你一家子都等不了。伤口很快渗出血，我走向沙发坐下，慢悠悠拨通报警电话。很快，几名制服在管家带领下进别墅，给柳如烟戴上了手铐。不凡，顾不凡，如烟还小，她是无心的，不能让他们拘留如烟。如果留下案底，如烟这辈子就毁了。然而柳如烟吃准了我对她还是死心塌地。顾不凡，明明就是你先出言不逊的，在学校欺负我就算了，家里打打闹闹，你至于把制服叫来吗？我疑惑的抬头，这是你的家吗？柳如烟梗着脖子，一脸不服气。顾不凡，我今天才知道你这么卑鄙，为了让我低头，不惜伤害自己，甚至宁愿把我送进局子。你别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这么折辱他人的人格，不怕遭报应吗？我们来时已经在监控上看得一清二楚，你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人，如果再诋毁他人，有可能加重罪责。柳如烟顿时怕了，不敢再倒打一耙。不凡呢，我看今天这个事就算了吧。叔知道你对如烟一片真心，这样吧，今天叔做主了，你俩一毕业就订婚怎么样？以后结婚，我们老2口给你俩看孩子。不仅我，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我嘴角抽了抽。你只是我家的一个保安，不凡是你叫的吗？你知道你刚才的条件像什么吗？像是如果我让你当皇帝，就算每天给你5000万，你也愿意。柳如烟还是被带走了，拘留10天，而我的别墅也马上迎来另一位不速之客。古不凡，你别太过分，给脸不要脸，马上去出具谅解书，把如烟放出来。楚生正是柳如烟的青梅竹马，出于对柳如烟的信任，前世我对楚生也是照顾有加，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对。古不凡，我知道你喜欢如烟，但是你也不能因为爱而不得就这么对如烟，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对你失望。今天你要是不把他救出来，我们就再也不是朋友。上下打量他一眼，我是不是给他脸了？不是，你谁啊？在一个学校上课你就觉得我跟你是朋友吗？咱俩都不是一个社会阶层，你为什么会有我们是朋友的错觉？楚生表情一致，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哦，对，我忘了，柳如烟跟我说过，你从小就没人管你，怪不得这么没教养。在我的刺激下，楚生彻底怒了，他挥着拳头向我袭来。你给我闭嘴！我一个闪身，楚生跌倒在地，重重的摔倒在大理石地面上。柳如烟妈妈赶紧上前查看他的伤势，看向我的眼神充满埋怨。不凡，你怎么能这么对小生？我要报警！你这是恶意辱骂寻衅滋事，别以为你有几个钱就能随便欺负人。有柳如烟妈妈在旁边，楚生的声音大了起来。你要是这么正义感爆棚，建议去做义工，我这庙小装不下您这座大佛。
抬起头看看，我家到处都是监控，我还没告你私闯民宅。柳如烟爸知道我吃软不吃硬，又开始试图 PU 我。果不凡，不是我说，您这喜怒无常的脾气真的应该改改。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女儿的另一半情绪稳定，如烟就喜欢对她好的。你看个小生，就一直是个小暖男。我坐在沙发上，冷眼看着他。你怎么就觉得我对柳如烟死心塌地，非她不可？你家有什么？柳如烟凭什么想跟我家联姻的都到踩破门槛？我一次的善心大发，换来白眼狼一家子鸡犬升天。我记得你是保安对吧？怎么干上司机的活了？柳如烟是我家大小姐吗？还要你每天迈巴赫接送，都给我收拾东西走人。管家调监控，看他们这段日子都拿了什么东西，小叔赔偿，大叔报警。我让管家带着柳氏夫妇去看监控，楚生也被顺手赶出了别墅。很快管家便将损失统计了出来。柳如烟爸妈倒是没敢偷走什么，只是他们私自穿我爸妈的高级定制名牌，未经允许吃每天空运来的燕窝海参。柳如烟爸爸一看账单就急了。果不凡，你有钱也不能这么讹人，怎么可能有3万1晚的燕窝？管家马上将所有之前东西的发票拿出来，他们马上吓得瘫软在地上。我也没为难他们，让他们交出他们住的那户老破小作为赔偿，再把剩下的写个欠条，便把他们也赶出了家门。那套房子市值不过40-50万，还卖不出去，用来抵60万的账，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不吃亏，那房子我有其他用处。只有我知道，那套房子不出2年就会被拆迁，300多万赔偿款，这也是柳如烟日后创业基金的重要来源。爸妈听了家里的消息，连忙买了最近的航班回家。再次看到他们安然无恙的出现在我面前，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男子汉大丈夫，不就是分个手吗？咱家还能让你娶不上媳妇？我没分手，也没谈恋爱。古不凡，没想到你小时候爱哭，长大了还这么爱掉猫尿啊！家人温情重聚的画面被我妈后面突然冒出的呻吟打乱。堂堂算是我的青梅竹马，但是从小就喜欢欺负我。上一世我对柳如烟卑躬屈膝的时候，她还尝试骂醒我，被柳如烟知道后逼迫我与堂堂断绝关系。后来出事之后，她还特意从国外回来请律师帮我，可惜无济于事。骂你都没反应，还在这发呆，是不是受的刺激太大，人傻了？你才傻了，我就是很久没见你，有点惊喜。这次不只是堂堂，就连爸妈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奇怪。老婆，要不要给孩子去做下检查？我也觉得不太正常，2个人一直不对付，每次见面都鬼哭狼嚎。堂堂严肃的点点头，估计是失忆，得查查神经内科。你们才有神经病。在家休息几天，我让堂堂陪我去学校。刚到学校门口，就看到楚生正将一个油饼递给柳如烟，大概是这些天过得不好。柳如烟看见我眼睛一亮，但是瞥见一旁的堂堂，脸色又沉了下去。你又来做什么？我不想看到你。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堂堂戏谑一笑，指着学校里的科技楼。你看清楚那个楼叫什么名字？衍之楼，这是古衍之老先生捐赠的，他亲孙子没资格来这吗？自从堂堂出现，楚生的视线就没离开过。白富美，哪个软饭男不爱？察觉到他的表现，堂堂有点嫌恶，楚生连忙收起目光。古不凡，这么大人了还玩这种把戏，想让如烟吃醋，真是又蠢又可笑。你知不知道他这段时间过得有多辛苦？你收走他家房子，有没有考虑他要住在哪里？你这样只会把如烟越推越远。柳如烟也满脸认同。此时周围为人越来越多，我与柳如烟的那点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抱着看好戏的态度看我如何抉择。古不凡，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幼稚，你就不怕我厌恶你吗？你们是有病还是听不懂人话？柳如烟，犯错要立正，收走你家房子是因为你爸妈偷东西，要不然这样我还给你，你爸妈按照盗窃罪进去蹲监狱。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吸气声，没想到一直以高冷著称的柳如烟居然有这样的家庭，这是根子里烂。没有再理会他们，我和堂堂径直走了过去。你之前是不是当舔狗太出神入化了？他们居然看不出你对他们满满的厌恶。面对堂堂的鄙视，我只能无语的回了个白眼。中午校长来找我，过段时间有个化学竞赛，问我对柳如烟撤回的资助可不可以用来对成绩优异者进行奖励。我毫不犹豫的答应，资助谁不是资助？周末本想睡个好觉，却被楼下吵醒。下楼一看，柳如烟一家3口整整齐齐跪在客厅。看到我下楼，柳如烟妈妈哭丧着向我奔来。不凡啊，阿姨可算见到你了。离我远点儿，你身上有味儿。3人脸色涨得通红，最近他们只能挤在一间地下室，身上难免有些味道。柳如烟深吸一口气，走到我面前，露出复杂的笑。不凡，之前是我错了，我态度不好，我跟你道歉。我答应做你女朋友。妈妈生病了，老毛病，最近吃不好住不好，也没法去医院，医生说要尽快安排手术。说到最后一句时，柳如烟都没注意到，她的话里带了几分埋怨。毕竟之前她一直很过分，就算现在她依然觉得和我在一起是对我莫大的恩赐。她是天之娇女，而我只是个会投胎的庸人。什么叫没法去医院？门口保安难道拦着不让进？需要钱的时候就想到我比医保都方便是不是？还是说你爸爸的赌债到日子该还了？柳如烟爸爸当场气得暴走，跳起来给了他2个巴子，责怪都是他导致这副田地。也别怪我不给你机会，我赞助了下个月的化学竞赛，本来那些钱是留给你的，现在你需要自己去争取。你口口声声说爱情要同心同德，你得拿出像样的成绩才有资格再谈我们的事。柳如烟眼里闪出希望的光，虽然化学一直是他弱项，但是他自认有办法。记住，谷家不养闲人，你必须拿到前3名。我去找堂堂的时候，楚生正在他家小区门口弹吉他。瞥见我，他一脸警戒，随即又想起来什么，谄媚的贴过来。古不凡，您来这边干什么？我白了他一眼。此时堂堂正黑着脸在里面示意保安让我进去，他对楚生的行为感到厌恶又丢脸。我本不想搭理楚生，他却突然拉住我。古不凡，咱们做个交易吧。我知道你喜欢柳如烟，我有办法让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我皱眉，一时的眼下换来永久的暗地。古不凡，你组织一场饭局，只要能让她喝酒，我有办法帮你降服她。我没想到楚生居然提出用下三滥的方法对付柳如烟。不过我帮你用什么方法得到柳如烟，你就要帮我用什么方法得到堂堂。我都调查过了，你和堂堂从小不对付，你也不喜欢这样的女孩子，但是我喜欢，咱们互相帮助，各自成人之美。你是喜欢她还是喜欢她的钱？楚生没回答，嘿嘿干笑2声。思考片刻，我答应了下来。我想到了一个好计划，很快我便在一家5星级酒店宴请了他们。堂堂脸色不悦，狠狠地踩了我一脚。楚生谄媚的倒酒，起哄大家碰杯，一笑泯恩仇。很快柳如烟和堂堂便醉倒在桌上，楚生脸上也翻出不自然的潮红，踉跄着要扶堂堂上楼。这点小事让服务员去做吧，我们再喝会。楚生狐疑地看着我，我掏出房卡递给他。
进到房间之时，堂堂跳起来给我一拳。混蛋，你知道陪你演这场戏代价有多大吗？你得弥补我的精神损失，赔偿我。放心，这辈子我都不会亏待你。听到我的话，堂堂脸色不太自然。让你给点补偿而已，居然说这么煽情的话，看来你真的精神还有问题。第二天下午，楚生和柳如烟才走出酒店。柳如烟眼睛红红的，头发也有些凌乱。远远的对视后，她低下头匆匆离开。楚生看到我，一脸愤恨。我走上前，堂堂和我家是世交，我怎么可能帮你害他？因为我资助的奖金比较大，为了公平公开原则，化学竞赛的当天学校采取现场直播阅卷的模式。堂堂吃着棒棒糖，和我坐在一起。你觉得柳如烟会不会考上？会的。堂堂沉默了半晌，才瓮声瓮气开口。那你会像之前说的一样跟他在一起吗？我戏谑一笑，待会你就知道了。柳如烟出现在镜头一角，我们对视一眼，她突然对着镜头的方向。古不凡，如果我进了前3名，那你会跟我在一起的吧？我猛了一下，对着镜头微微一笑。只要你让我看到你的努力，你提出的愿望我都会满足你。场内场外的观众气氛瞬间被点燃。不是这个古不凡凭什么对小仙女提出这种要求？爱情是纯粹的。你懂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白马王子和灰姑娘，我真的有被磕到。柳家父母坐在台下，神情也十分激动，他们家终于要真正站起来。成绩很快就公布出来，不出所料，柳如烟获得前3，还是第1名。主持人递上话筒，让他发表获奖感言。就在他刚组织好语言准备分享学习经验时，台下响起一阵骚动。他疑惑地回过头，身后竟正在播放他偷试卷以及和楚生从酒店携手而出的画面。柳如烟无力地瘫倒在地上，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胜利近在咫尺之时，跌进无尽深渊。这柳如烟看起来那么清纯，没想到背地里全是这种肮脏勾当。由于此次偷试卷事件影响极大，柳如烟再次被戴上手铐，临走前不忘怨毒地看着我。是你做的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还是人吗？我叫你去偷试卷了吗？还是我叫你和别人在一起之后来恶心我？鉴于柳如烟的行为极其恶劣，被开除学籍，与他一起的还有楚生，是他从教导主任那里偷的钥匙给柳如烟。虽然他坚称全是柳如烟所为，但是在证据面前他也难逃惩罚，还被柳如烟骂胆小一点担当都没有，不是男人。至此，他们身败名裂，我也没有再继续对付他们的想法。不过柳如烟家的债务我打包给了催债公司，他们只能自求多福。阶层不同，再加上我拥有未来10年的记忆，我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再翻身骑到我头上。只是后来听说柳如烟因为怀孕不得不嫁给楚生，两家人都被催债公司追着，只能去帮他们养猪还债。怎么又在这发呆？还在想你的柳如烟吗？我在想另外一个女孩子。我面露古怪地看着他。渣男，怪不得对柳如烟突然转变这么大，原来你也是个花心大萝卜。如果我说那个女孩子是你，你愿意接受我的追求吗？堂堂身体明显地颤了一下，随即洒脱地转身离去。你肯定精神还是不正常，这个玩笑一点都没意思。我只想一直欺负你，可不会和你有什么感情。夕阳下，他越走越快，我仿佛看到他的脸上泛起淡淡红晕。